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7克，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可口可乐益生元汽水，快乐不卡顿。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蓝针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一场仅朋友可见的线下聚会即将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即可参与限定活动。我们的第一赛段呢叫做双人成型赛，目前赛程已经过半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演员朋友将继续争夺剩下来的晋级名额。脱口秀界好久没有这种紫微星下凡了，你每天啦啦呼啦啦，你这还懂喜剧啊？只有那些听不到音乐的人，才会觉得跳舞的人是疯子。我要去上海、巴黎、东京、洛杉矶，猜猜少了哪里？年轻人真的很容易刺痛我们，被自己老秃了。即便你拼尽全力成为人上人，抬头发现上面怎么还有顶级和夯？麻了吧没麻呀？麻了吧没麻呀？麻了吧没麻呀？无话可说，很棒啊！西湖啊，我要去看脱口秀。热烈的掌声先送给在座的每一个人。大家好，欢迎来到由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3季。我们来说一下现在的情况啊，我们的第一赛段呢叫做双人成型赛，目前赛程已经过半了。现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赛段的规则。双人成型赛2轮 PK 结束之后，如果其中一队2轮全胜，另一队2轮均落败，则胜利队完整保留，小队全员晋级。落败小队将解散，队内选手全部进入待定区。如果2支小队各赢了1轮，那么2支小队都要解散，各自队内票数更高的选手晋级，剩下的1位暂时待定。所有表演结束后，从待定选手中按票数高低补足晋级名额。本赛段共有42个晋级名额，目前我们一共有12名演员晋级了，还有14名演员待定。沙发的区域就是晋级的。晋级的这波又有2在一起的，还有孤零零坐着的一些。2在一起的就说明人家是全队晋级，孤零零的就是他那个队已经被拆散了。各位不要着急，我们现在的拆只是暂时的拆开，他们还会以其他的方式再重新组合。这边坐在小凳上的这些朋友啊，他们现在还在待定区。我们在拉完总排名之后，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找回属于自己的另一半。掌声送给他们。比赛开始之前，再次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年的校友团：闫妮老师、大张伟老师、周深老师、鲁豫老师、苗苗老师，感谢各位的陪伴。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演员朋友将继续争夺剩下来的晋级名额，让我们继续下半场的比赛，来吧！好，接下来要进行 PK 的2支队伍。首先，第一小队 ，Harry 海波。
这老外，这老头。有一种要呛核桃的感觉。加油，Harry，加油加油加油！第二小队，大国手小四爷。小四爷。你们两个是怎么组到一起的？看那个简历，我都第一个排除的他。啊？为什么？哦，这个好压力。希望你是一个对脱口秀认真的人。我本来就选择困难，这样咱俩互选。行，他对这个压力比较大。谢总这么努力。现在成功不能发。昨天我都睡觉了，小四爷说要不要聊聊你的稿子，我又从床上爬起来。他好像对自己没有特别高的要求，还是得一针见血的说出来问题。你提供情绪价值是没用的。你现在写歪了第一段。你等一下，那我就把那些信息都加进来哈，我都写了的。你重新码一个。重新。这个要写出来啊，这个要体现在第一段。头2段全部删掉，重新来，你觉得行吗？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你刚刚问那个形容你的队友是最什么什么，我说是最严厉的队友。啊，哪里严厉？你觉得有效果，但是我听了，这个只是一个小梗，这个不叫效果。观众能听到后面是因为观众人好。本来观众早就应该失去耐心了。我觉得你前2天没有说这个，你就是现在想说。我这么说你焦虑吗？不焦虑，只要你能帮我改出来。我昨天我跟他说，我说你可以更好。对，这种严厉我也挺受益的，巴不得就是有一个免费的老师来带我，手把手教我，我就学吧我。哎，我也没有那么说教啊。给你们队伍起一个名字，你们会起吗？我们刚组队的时候就已经起好了，因为我们2个都是穷门嘛，是吧？所以我们的组合名字就叫老穷风，有老前锋就应该有老穷风。行，这是老穷风，这是行的。我尽量不笑出声，我不想让你通过我的笑声来判断我的财务状况。首先要上场的这位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掌声欢迎 Harry。大家好，我是 Harry， 你们好吗？再次掌声送给 Harry。如此大只的 Harry， 马上要和他 PK 的，非常娇小，每年都会在这个现场给我们留下来一些哲学思考。我们再看一看今年他又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哲学问题。掌声欢迎大国手。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国手。我一直很向往武侠小说里那种自由浪漫的生活。前段时间我就去摩旅了，从成都到云南，很喜欢云南，因为它自由浪漫，不收过路费。想象中摩旅很浪漫，实际上有点狼狈，因为我的车是4手的，油表不准。出发前我就去修，师傅说这是这款车的通病，修不好可以买辆新车，就给我介绍了一款最便宜的2万6。我心想，我出来修个油表，就想让我花2万6。我朋友上次出事修自己，才花了1万3。而且车是突然没油才会熄火出事故，我想我多加油不就行了吗？但没想到一上路我就对油量过度焦虑，为了缓解焦虑，我就频繁加油，频繁到什么程度？一路上根本没有风景如画，只有中石油和中石化。就连朋友的鼓励我都当成提醒，
他们说大国手加油，我就真的去加油。有次在加油站，我大喊：“师傅，来给我加满。”结果加油枪刚伸进油箱，就跳枪了，感觉摩托车就嘬了一口。一付钱8块2毛5，师傅都笑了，我好尴尬，我只能自我安慰，他就是没见过这么克制的车，禁欲系大摩托。加完油我就比较放松，看青山，看蓝天，看导航，看错了，绕了很远的路，没有一个服务区，我真的好想上厕所。后来我都有点急了，我想如果我站起来骑，车速足够快，风速足够大，是不是旅途的窘迫他就追不上我？是不是到了目的地衣服已经干了？你们知道为什么人一在路上就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吗？是给眼睛自由坏了吗？当然不是，是因为身体多出来的水分，它总得有个出口。真的没有任何办法，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往前骑，头皮真的很硬，像是戴了2个头盔。骑到最后我都开始怀疑自由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一个人的自由它就是限量的？你在家觉得束缚你憋不住，你出去自由你就得憋得住。哲学上经常讨论精神能不能超越肉体，我一直以为可以，结果发现身体根本不同意。一个人要想走得远，膀胱得空，油箱得满。不过虽然理论如此，实际第4天我哪儿都没去，因为停车没停好，车倒了，我就去抬车，腰闪了。我就在酒店躺了1天，非常后悔，再也不想自由了。我希望有人能把我的自由偷走，把我车偷走。那天晚上我都没锁车。休息了1天之后，我又忍着腰痛继续出发了。这时候我就明白，为什么人能坚持做完一件很难的事情，是因为热爱吗？当然不是，是因为往前骑只用200公里，返回去1100。最后终于骑到了，我觉得自己好厉害呀！1300公里骑了整整5天，一般人都骑2天。反正我也骑到了嘛，我就很开心的在朋友家玩了10天。回去的路上我就在那儿算这趟旅程一共花了多少钱，一路上加油、吃饭、住宿1500，坐飞机1500。对，我坐飞机回去的。摩托车托运1800。我好心痛啊，但我必须得坐飞机，因为我得尽快回成都。我在成都有医保，我得赶紧回去看看我的腰。一路走来虽然狼狈，但那几天我发朋友圈都是永远年轻，永远奔向自由，下一站。这么发朋友圈是因为我装吗？当然不是，而是虽然我的梦想破灭了，但我要保护别人的梦想，毕竟我也是看了别人的朋友圈才出发的。刚发完朋友圈，成都的朋友就给我发消息，我好羡慕你呀，你好自由，我也想去摩旅。我说去，现在就去。什么没有车没关系，现在马上你来云南，骑我的车去摩旅，去成都。我不说你们也知道，他没有帮我骑回去，因为他连自行车都不会骑。摩旅精神就是这么吸引人，我要把摩旅精神传承下去。什么是摩旅精神？就是对自由的向往，听起来很抽象，实际很具体，就是2手车转让。自由就是这样，不会消失，但会转移，会过户。过到我这儿已经过了4次了，也就是我就是自由的第4代传人。以后你们可以喊我自由掌门人，当然也可以喊我自由女神。
自由之路虽然充满了坎坷，但我现在能说出口的是只能用语言表达的那一部分，还有很多东西是超越语言的。我希望你们亲自去探索。就像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叫“江湖里面有什么，你不用告诉我，我可以自己去看”。希望你们也自己去看，大胆的去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当然啊，也不是现在，得等我下去，等下一个人上来，你们就走。去吧，去自由。当然一定要记得出发前少喝水。谢谢大家，我是大国手。数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大国手。哇，大国手还是那么稳稳的厉害。宁儿老师刚才拍的就是说自由原来就是转让，是吧？对，二手车转让。我也一直在想说一句话：自由的尽头是孤独，这是我自己的体验。确实，骑行的路上就很孤独，你会看到很多骑摩托的人都是一个人，但是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会相互鸣笛示意一下，那个感觉真的就有一种链接感。对，这是你真正骑上了路。我想说，人生的路可能也是这样的。而且刚才那个张绍刚老师那儿。深深的赞同你一句话，就是说你的自由来自于别人朋友圈那个，是不是？那个太对了，这个太对了，这个就跟我一直认为自由来自于枷锁，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那个枷锁，你也不会羡慕自由。对，特别棒。我就很喜欢这样的出发的那个点，就非常的有共鸣，而且大国手他每次的比喻，他能够让我非常迅速的就接触到那个味儿。哎呦，嘿，怎么回事？怎么了？谁踩着你了？怎么？哎，我作为一个歌手怎么破音了？怎么回事？我就说你的比喻的那个特别的对，是啊，谢谢。我觉得有很多像大国手这样的人，会看到他们的存在，就我们是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着。可能你看我，你会觉得奇特；我看你也会奇特。我们彼此存在，就告诉对方，如果你不行，人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多元性，我会觉得很美。像鲁豫老师就是工作上的成就，我肯定也是有所期待的，但是我可能生活就选择了另一条路，但我看到有人在延伸那条路走得那么好，我就感觉很幸福。大国手这么嬉皮士一样的生活方式，把一般的脱口秀演员都衬托得过于主流了。就我原来以为我们很多元呢，对，后来发现还可以有更自由的生活方式。对。本来之前我就在思考就是意义问题嘛，然后我骑车的时候我在想，就是那摩旅它有什么意义？最后我收获的答案就是它就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你看到那些景色，然后你骑着摩托车走在两个山之间的大桥上，风从你身边就是呼啸而过的时候，你就是在用你的肉身去走这段路，有一种丈量感，就天地之间只有你一个人，你就会觉得这整个的天地都属于你自己，你掌控了，或者说驾驭了。我觉得是获得了狼狈的自由，但是狼狈的自由它其实也是一种自由。来 Harry 站到大国手的身边，我们来看一下 Harry 和大国手的得分情况是差距很小。请两位回到队友的身边。马上要上场的 Harry 的队友，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位新朋友，掌声欢迎海波。来大战四校。哎呀，我是海波，我是2个孩子的爸爸，不是孩子的爷爷。闪开！当爸爸这几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现在特别像是家里的厨余垃圾桶。我每天吃的东西都是一些厨余垃圾。我吃的东西特别简单，要么就是我家老大吃剩下的1口米饭，真的是1口，不多也不少，每次都是1口。
好像他每次盛饭的时候都是这样盛的，先把自己能吃完的盛到碗里面，再用嘴巴去锅里面量一口，吐到碗里面，对自己说这一口一会儿留给爸爸吃。要么就是老二吃剩下的几根面条，我也不知道是几根，被他搅得太碎了。要么就是我老婆，哎，冰箱里有个蛋糕你吃了吧，都过期了。孩子非要买，买了又不吃，我尝了一口，难吃死了。你去吃完吧，我就本能的吃完了。说实话，那个蛋糕不难吃，我吃过难吃的蛋糕，不是他买的蛋糕，是他跟小某书上学着做的蛋糕。他做的那个蛋糕闻起来是榴莲蛋糕，吃起来也是榴莲蛋糕，但他做的是草莓蛋糕。陪孩子出去吃饭，我从来都不点吃的，但是每次我都能吃饱。明明是他们两个点了他们两个要吃的，结果我们3个都吃饱了，还没吃完。吃饭之前他们还问我，爸爸今天你想吃什么？我说你没剩什么我就想吃什么。爸爸你怎么什么都喜欢吃？因为你们什么都喜欢剩。我那么感动啊！我也觉得好幸福啊。这几年我吃的最多的套餐就是儿童套餐，我当儿童的时候都没吃那么多，吃到我现在都有点返老还童了。你看我现在长得是不是有点鹤发童颜的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吃东西的时候总是有一部分是不吃的，吃生煎的时候他们只吃里面的肉和底部煎黄的皮儿，我吃剩下那些皮儿，还有一些汤汁、肉末、芝麻，我吃了生煎的所有成分，但我就是没吃到生煎。吃披萨的时候他们从来都不吃最外面那一圈，他们2个吃披萨，我跟着他们吃披萨的周长。你知道现在我有多厉害吗？我回家把他们剩的披萨吃完，我能在肚子里面算出来这是几寸的披萨。但我吃不出来这到底是哪一种披萨。我还不想浪费那些零食或者饮料，我知道我的父母更不舍得浪费，但我不想让他们吃。他们吃了一辈子苦，我也不让他们吃甜的。所以我吃到现在我都喜欢吃了。我经常在心里想，幸亏他们没吃完，我才能吃得上。有时候我问他们这些剩的你们还吃不吃，他们说吃，我很失望。我不该问他们，我该直接吃。家里那些带果粒的酸奶饮料，他们把酸奶喝了，把果粒留下了。你很难评判那个果粒它脏还是不脏。你说它脏吗？它上面干干净净的，一点酸奶的残留都没有。你说它不脏吗？它上面一点酸奶的残留都没有。他们平时喜欢吃的一个零食，形状是个小蘑菇，上面蘑菇头是巧克力，下面是饼干，它是一个巧克力饼干，我管它叫饼干。这指桌头啊！我吃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巧克力那一部分，他们吃的方法跟吃棒棒糖一样，把巧克力那一端放在嘴里面，不停地舔来舔去，舔来舔去，舔来舔去，直到把巧克力舔得干干净净，把饼干吐出来，完完整整。经常在吃的时候，我能听到这样的对话：妈妈，我只吃巧克力，不吃饼干，不是给你爸爸吃。爸爸，你过来一下。我从来都不过去，我过去就要吃他们的口水，我不想吃，每次我都是等饼干晾干了。那样吃起来更脆一点。阿甘正传里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他能吃得上巧克力，他就是没带过孩子。
我的人生像一盒巧克力饼干，我知道巧克力什么味道，但我永远都吃不上，这才是我的人生。我家里还放了很多舔完夹心的夹心饼干。哦。我吃的时候也没有中间那个粒，好在那些喝完酸奶剩的果粒正好有多的粒。我都是2个嗷嗷饼干夹着酸奶的果粒一起吃。嗷嗷的广告语叫什么？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我认为不完整，必须要加一句：饼干吃一吃。而且你最好明确一下饼干谁来吃，谁舔到夹心谁来吃，不要留给爸爸吃。不要留给爸爸吃这句话应该出现在所有零食包装上面，不然他们都以为我就是喜欢吃这些东西。这样下去，很多年之后，等我老了，过生日那一天，他们会给我做一个大大的蛋糕，最上面一层巧克力饼干，没有巧克力；最下面一层嗷嗷饼干，中间夹心是果粒。我拿一个饼干放在嘴里面，一边吃一边回忆，真好，还是你们小时候的味道。好，谢谢大家，我是海波。干干净净。对。锁票倒计时。来，掌声送给海波。哇哦，周深就数你笑的声音最大，还蹦。就很喜欢这种就看似吐槽，但吐槽啊！哇，这个看似吐槽，但其实是非常非常甜，然后非常非常温暖。非常非常充满爱的一个故事，就边听然后又觉得很好玩，但是后面又觉得哇特别感动，所以呢，它这个整个故事它的味道特别的丰富，可能他尝不到，味道啊，所以非常非常吸引我，所以我觉得你也一定就是他感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爱，因为他也给了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的家庭很多的爱，我就很喜欢这样非常温暖的人。我感觉就是因为海波老师对自己的稿子非常有自信，所以就可以很淡定的进这个段子，知道后面肯定会讲起来。然后我觉得你翻的也很好，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写段子你会停在周长的那个位置，你就觉得哎这已经是一个梗了，但你后面还能翻，我能算出来几寸，我觉得也很了不起。然后后面也有一个特别有效的 callback， 就是前面的梗响了，后面 call 才叫有效的 callback 啊。然后我也觉得，男生不用担心自己年纪大了自动会有灯味儿，就是，对，实际上还是能让别人感到温暖和善意的，就是，很棒。首先我觉得非常非常棒，从内容到表演都非常棒，无懈可击。我2点感受：第一，我赞同周深讲的，这是个秀幸福的段子；第2点，让我深深的怀念我的爸爸。谢谢。这个故事听着就是感觉，真的是明明就是感觉很可怜哈，但是又极其的可爱，就是这么个故事，就是孩子吃冰他吃棍儿，就感觉脏不脏的这事儿。然后到后来你听着就感觉哇，这种甜蜜的负担就是特别的美，然后特别喜欢这样的作品，棒棒的。其实我没有感觉到很幸福或者很甜，对我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但是我真正听到的是，就是酸辣苦，就是我们人生的这很多的味道。你说你真的是感觉很甜很幸福吗？我觉得也不是吧。你也有一种无奈，你也有很多的这种东西。因为我现在也在家照顾老人，就是他们吃了一辈子苦，现在他们还不能吃甜的。就是你把这人生的所有的味道，在每一天去品尝。所以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就是我非常觉得很让我就是动容吧，我可以这么说。我就是很感谢各位老师能够体会到我写的段子里面的一些想法，跟我当时写的时候的一些感受，我很感谢你们。这么深情吗？怎么回事？
海波说脱口秀说了多久了？我做10年了。10年了啊！哇！哇，那我觉得就更厉害了，因为他说了10年嘛，很长，但是他没有给我一种我要给你说脱口秀喽，就那种就是比如说，哎，我要唱歌来震慑你了的那种，就是刻意的劲儿。我要给你来说脱口秀了，谁有这种感觉？我没有这感觉，谁有这种感觉？我有。海波现在也是俱乐部的主理人。对，您的那个俱乐部叫在苏州莱塞喜剧。哦。海波现在这个莱塞俱乐部怎么样经营呢？我之所以出来演，就是因为不怎么样了。别呀！咱不要比那个不比伟大呢，你比小块总强点吧？比不了，比不了。哎，就是10年前我就开始做脱口秀了，那时候我是花钱，然后需要找场地、找观众。后来我就做了脱口秀剧场，现在也是花钱。以前花钱讲脱口秀，现在花钱贴补剧场。那你的钱从哪儿来呢？因为我还有个工作。哎，我不得不说，我现在要再次请大家注意一下，坐在那个片区的，对。我们要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他们都是全国各地的俱乐部的脱口秀俱乐部的主理人朋友们，都在坚持的哈。对，海波老师您辛苦了。对，来，我们请海波回到位置稍作休息。就是闫妮老师在点评我段子的时候，他说的非常的精准，就是说到了我的心坎里面。因为当时我在创作这个段子结尾的时候，我那时候眼睛也有点湿润，就是因为我想到了我的父母，也想到了我的孩子，也想到了他们人生的酸甜苦辣。就是我最后那一句就是在说，可能孩子想念妈妈的味道，但是如果你成了妈妈或者成了父亲，你也会想念孩子的味道，想让他像小孩子一样过无忧无虑的生活。我希望我的这个稿子让观众听完之后能够更热爱自己的亲人和热爱自己的生活。下面要出场的这位朋友，加油！是去年最为亮眼的新人之一，掌声欢迎小四爷。加油，老四！谢谢。1年没见了，朋友们啊，去年上了节目，现在生活比之前好一些了，但是穷了这么多年，怎么说呢？落下病根了啊！现在在花钱这方面，我感觉还是像以前一样，1分钱都不想多花，所以我对性价比的要求不是一般的高啊。这么说吧，你们可能是想把钱花在刀刃上，我即使花在刀刃上，也希望它是把双刃剑。我要是不小心把钱花在刀背上，我就会把刀刃放在脖子上。而且我觉得钱怎么赚的就应该怎么花，我辛辛苦苦赚的钱就应该辛辛苦苦花，对吗？但是追求性价比的路困难重重，你们也知道，商家会想很多套路多赚我们的钱。就拿买抽纸来说吧，他们经常给我们出一些数学应用题，90抽24包的跟110抽18包的。你很难直观判断到底哪个更划算，对吗？你以为用价格除以一共多少抽就行了吗？那你就上当了，因为抽纸的层数还不一样，有些是一抽3层纸厚，有些是4层厚。我以为4层就已经够厚了，没想到还有6层加厚的。6层加厚的感觉不像是擦身上的，像是盖身上的。太有生活。我得算出来1层纸多少钱，你以为这样就够了吗？那你又上当了。
哎，我那天看到同品牌的抽纸啊，一个是一包110抽，一个是120抽，价格居然一样。哎，这肯定有猫腻啊！我仔细翻看商品详情页，终于发现了，宽度窄了6毫米。哇，这日子过的，他就故意找茬的，回来就是去超市里。我很无语，原来抽纸也是分大小尺码的，他们会把抽纸分成 S、M、L 3个尺码。但你要说人的身高体重不一样，衣服分尺码我能理解，但抽纸啊，大家嘴差距这么大吗？国家标准并没有规定这3个尺码到底是多大，他们自己乱分，很烦，乱到什么程度？我看到有些品牌的 M 码还不如另一个品牌的 S 码大。我问客服为什么，客服的回答一点都不内耗，他说咱只跟自己比。我不能理解一个抽纸为什么要分这么多尺码，真的有人需要吗？抽纸真正有用的不就是中间的部分吗？不管多大，只要别做成甜甜圈的形状，我都能用。他们总是乱出尺码，像我这种节省的人，真正需要的尺码，他们从来都不会推出，对吗？比如半张纸，有些有点的，我们觉得半张纸就够了，对吗？甚至4个拐角就够了。当然我也不是多节省的人啊，我见过最节省的人是我奶奶，她擦油点子用馒头。你们有没有发现，抽纸厚度、宽度、长度每个维度都不一样，把我逼的，最后我要是想算到底哪个更划算，最后我只能像买房一样算每平方毫米抽纸的价格，算出来已经是小数点后8位了啊！每平方毫米我立省0.00000002。哎，不要觉得这点钱没必要，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我查了，这些商家费劲巴拉出这么多款迷惑我们，就是为了多赚这点钱。结果被我发现了，他连这点钱都没赚到。这要是之前啊，攻略做到这我就买了，但是我又发现了一个比价软件，它能显示商品的价格走势，还有历史最低价以及什么时候出现的。哎，自从知道历史最低价以后，我就只想以最低的价格买它，因为我已经见过了最好的它。而且知道最低价以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跟客服砍价心里也更有底气了，因为我知道它能更便宜啊。我之前买东西嫌贵，跟客服砍价心里都没底啊，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便宜啊，我只能把线下砍价的话术照搬到线上。我说你再给我便宜点，我就买了。他说不能再便宜了。我说你不给我走了啊。他不理解，发了一个问号。然后我给他发了一张从这个软件切换到拼夕夕的截图。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已经知道最低价了，跟客服说话明显更硬气了啊！有时候等不及了，我也会主动出击。我说你这价格不对呀，你再给我便宜点呗。客服说之前没这么卖过。我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重新说一遍啊！需不需要让我提醒你4月12号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他说之前确实有过这个价格，但那天价格已经过去了。我说虽然那天价格过去了，但我是从那天过来的。买东西我还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一个商品它的历史最低价经常出现。经常出现的历史最低价，那能算是历史最低价吗？那不就是日常价吗？这样的历史最低价太糊弄人了，我不会买的，而且买起来毫无难度。我甚至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想创造历史。我去问客服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优惠，客服回答的很干脆，说没有。我说我想创造历史啊，现在有个机会摆在你面前啊，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啊？他说什么一笔啊？我说穷的一笔。我这样买抽纸绝对是世界上最便宜最划算的，我见人就分享。
前2天有个演员跟我说，他说你这个方法我用不上啊，因为我是某某平台的会员，我可以每天都只花1分钱就领到一包纸。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我也是会员，你都领了1年多了，我天都塌了。我赶紧去找平台客服，我说之前没领是因为我觉得一包一包领太麻烦了。你一次性全都补发给我吧。客服拒绝了我彻底疯了，我开始恨那个演员。我说谁让你告诉我的？你家是不是有很多纸啊？你还给我。讲到这，感谢各位，感谢。来，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给小四爷投票。掌声送给小四爷。谢谢，谢谢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就觉得他总是能够把一个我们认为就是可能我们脑子里面就一下就过去的事儿，就不至于的一事儿，非要把它拽着不让它过去，然后把它一层一层剥开，一层层剥开，像洋葱一样去看一下它有趣的点在哪里，然后反复的对比。你生活当中真的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忙的了吗？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大家不可能完全不看价格，对吧？对，肯定有。但是如果明知道里面有猫腻，我还不去破解，装不知道，就显得我很傻。其实抽纸它是一种消耗品嘛，就是如果我认准了这个东西，其实我后面就会一直买它。当然我也会不定期的抽查，我看它到底是不是最划算的。它也会在慢慢涨。某种程度上又能够成为自己的创作的来源，然后某种程度上也算生活的小乐趣吧，算吗？对，算嘛。其实性价比这种事儿，平时大家都会有。而且四爷，我觉得咱们这段播出了之后，会有抽纸厂家找你代言。大家会觉得他的那个厂家非常的性价比。各位现场的朋友，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如果咱们这样啊，我现在跟那个抽纸的厂家说一下啊，如果找四爷做代言是这样，麻烦你们真的把价格打到最低，为了小四爷自己的名声。四爷严选，宁老师，我就觉得你的名字叫四爷，就是你四爷，就感觉你这个人就是像个韩人一样。阔少对，小阔少啊。虽然可能名字是四爷，但是我也愿意做一些与民同乐的事。稍微有点贪婪了。没有，其实是开玩笑，因为前几天也接触了几个客户，但是他们对比几个脱口秀演员之后，觉得我性价比不高。性价比，人家当然也会用你算抽纸的方式来算呀。这生活变好了呀，生活这1年感觉怎么样啊？生活确实是变好了，比如说这个外形上面确实是比之前胖了一些啊。当然我也不是，每个方面我都精打细算。其实我也是有一些爱好的，比如说，你们可能不知道，其实我是一个数码爱好者啊。对，所以赚到钱之后，我也买了好几个那个充电头。他在耍我们，被耍了。来，鲁豫，我觉得最难的一点就是他怎么样继续琼门赛道，这是我之前有一个担心。他进得非常好，他用了几个字就完全的完成了这个转变。他说落下病根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巧妙的一个进入的一个方法，我特别喜欢。谢谢。然后中间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点，我看了一下鸟鸟，他说我就去看了一下那个抽纸的说明页，这就几个字，我一下笑喷了。然后他今年的口音有一些变化，比去年口音我觉得轻了一些，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变化，我个人很喜欢。谢谢。然后最后我就觉得你的结束太突然了，
我还准备再有几番呢，然后它一下就结束，我不知道是因为可能这个时长你做了一个重新调整，还是这一段确实有点长，大概8、9分钟。如果后面我再讲一些我的想法，那可能就有点太长了。我是注意到，就你前面讲抽脂那个地方有2番，大家现场是稍微沉了一点点的。对。如果你把那个地方的时长把它空出来，放到最后的话，会不会有用？你觉得？行，那我明天再上开放麦试试啊。可以。下回等于说下回还讲这个，再来一遍。来，袅袅。哦，我就是觉得小四爷这个较真儿的这个喜剧人格建立了以后，就是他对于这种事儿的分析就都很合理，就是永远不用担心没有素材了，就是从水泥地上也能抠出一篇稿子来。哇，谢谢。而且今天完成的相当出色，掌声送给小四爷。谢谢。就是我会综合价格还有品质，还有一些评价什么，我会做出一个最优解。对，有时候还是挺抠的。因为我们镇没有通高铁，也没有公交车站，我爸开3蹦子来隔壁镇接我。来啦，我导航不贵，也就1顿饭的钱，驶入新路线，这条更顺。放心，我一直在用心规划导航。阿房宫赋，唐·杜牧。5步1楼，10步1阁。Hello， 啊，稍微参观一下我家啊。廊腰漫回，檐牙高啄，长桥卧波，蔚云合龙，各报地势，勾心斗角。在不上学的年纪住上了学区房。一机一容，静态极言，慢立远视，而忘性焉。盘盘焉，圈圈焉，蜂房水窝，处不知其几千万落。这个就是我得知噩耗以后1分钱领的纸，虽然说有点小，但是也是大品牌，然后每天领1包也根本用不完。这个就是现在生活好了以后也会追求一些生活品质，我也买了一些高端的抽纸。我用的时候发现它太大太厚了，我一般都用来商务接待啊。今天你们来了，我可以请你们用啊，没事你用，可以奢侈一把。如果你很有自信，觉得自己是高性价比的商家，你可以找我代言，我会为你们发声。来吧，几位好朋友，2组的1v1结束了。海波和小四爷这2个非常难选。海波这个战都很精彩，都进吧。那么海波和小四爷在他们的表演结束之后得到的观众投票是。我觉得应该是海波吧，我觉得是海波。啊，真的吗？我觉得小四爷能赢。海波这个，我觉得我应该很高。我们俩感觉一样。哇！爸爸赢了，爸爸赢了！哇哦！海波198，小四爷183。但是我们要被开放了。所以坏消息是，你们的组合要拆了；好消息是，2组各自有1人要晋级。那么晋级的2位是海波和小四爷。哈瑞和大国手进入到待定席。掌声鼓励
这2组的4位优秀的演员。波哥这场太牛了，太牛！但确实难，就非常的难。主要是我进了大会，再次，赛制就是这样。哦，松了一口气，吓到了，我以为小四也要坐这边。他刚刚跟我说 sorry， 我说为啥？他说是因为他没有进。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是他的锅。你没反应过来啊！我想说，胡总太善良了，但他一直担心大锅，他一直担心小四爷。我当时想着，哎呀，小四爷谁让进他？小四爷进了，我就松了一口气，生怕给他拖后腿，没想到是他拖了我的后腿。马上，我们又到了新的一组要上场的时候，第2轮的 PK 关系，第一支小队，掌声有请，粽子菜菜。好像啊！加油加油，我的姐妹！第2支战队，让我们有请岛主 TV。刚才这是甜美，这是傻逼。穿上拖鞋下来了。暴力手诀，哇！在这2组的 PK 关系当中，首先要上场的是一位新人演员，掌声欢迎粽子。大家好，我是粽子。我是一个山西人，我爸以前是一个煤老板，现在是一个山西人。1997年，山西全省煤矿数量高达1万余座，我爸春风得意。赚到钱之后，就开始给家里换东西，换车，换房，换老婆。我爸觉得在外面应酬，找个年轻漂亮的，有面子。山西人就是这样，好面。我妈当时有预感，就假装是别的女人给我爸打电话，我爸接起来，喂，老婆。我妈说：“算你有良心，还能听出我的声音。”我爸说：“哦，是你啊。”当时爸妈很忙，就把我放到我姑姑的单位里，是一个歌厅。大家不要误会，我们家歌厅是正规的。在那儿长大，严重影响了我的身高，因为长个子需要晒太阳，但我长大的地方有点见不得光。我当时一放学就会去歌厅里写作业，在那个环境里，我知识都学杂了，歌声、笑声、划拳声，声声入耳。红酒、洋酒、葡萄酒，99乘法表。第2天老师抽查古诗，他说生当作人杰，我说死了都要爱，非常尴尬。但最尴尬的是碰到熟人。我们那个城市非常小，我有一次在歌厅就碰到了班主任，当时我们2个都愣了。他问我在这儿干嘛，我说写作业。我说你在这儿干嘛？他说家访。
那是我见过最敬业的老师，家访了一整晚，走的时候嗓子都哑了。我当时的好朋友基本上都是歌厅里的漂亮姐姐，她们虽然学历不高，但是人很热情，经常陪我写作业，遇到不会的题呢，我也会耐心的辅导她们。我要是写完作业，他们还会教我玩游戏，我学的也很快。第二天上课，老师问6乘以6等于几，我说开了。老师很生气，把我叫到办公室，要检查我作业。我说忘在歌厅了。老师更生气了，让我叫家长。我说家长也在歌厅。当时整个办公室只有班主任相信我，但他又不敢说。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下周我去做个家访。我在歌厅里最好的朋友是芳芳姐，她的工作呢是陪客人唱歌，但她真正想当的其实是歌星。经常有人笑话她，哪个歌星天天陪别人唱歌呀？曾毅吗？为什么？而且她唱歌也不好听。小时候其实我不理解，像芳芳姐唱歌难听也可以当歌星吗？最近我理解了。我很喜欢芳芳姐，她对我很好，可以说她是一天一天贴近我的心。我甚至想成为芳芳姐。学校不让谈恋爱，不让染发，不让打耳洞，简单来说就是不让我成为芳芳。但我觉得这个工作很风光，每天都可以穿着漂亮的裙子在台上唱歌，像迪士尼里的公主一样。我写作文，我的理想是当公主，像芳芳姐一样。芳芳姐看完之后赶紧教育我，她说虽然一晚上就能赚很多，但只能做几年，30岁就退休了。我更想当了。芳芳姐说，姐希望你能出淤泥而不染。我说姐，这啥意思呀？芳芳姐说，你长大了就知道了。李白说的。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芳芳姐是没有退休金的，而且这个工作呢也不风光。歌厅是娱乐场所，也不是娱乐圈儿。听了芳芳的话，我就继续看书，但看着看着也会怀疑读书的意义。歌厅的装修非常浮夸，金碧辉煌，在秃头叔叔的反射下更加闪亮。包厢里每天有多少叔叔，就有多少灯球。老师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一抬头发现自己就在黄金屋，黄金屋里全是书。叔叔还会跟别人夸我，说这个小姑娘长大之后肯定有出息，在什么环境下都能学进去。他不知道，其实我没学进去，叔叔比我厉害，他没学，直接进去了。有一天芳芳偷偷告诉我，她说她攒够钱就要离开这儿，她要去南方，南方机会多。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她说的南方是河南。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哦。后来我又碰到过芳芳一次，她老了，沧桑了很多，芳芳变得圆圆的。
我差点认不出他，但他还是一眼认出了我，因为我和5年级的时候一样高。他拉着我的手问我：“你上大学了吗？”我说：“读研2了。”他叹了口气，说：“哎，你还是得上大学呀。”哎，我说：“姐，你还记得出淤泥而不染吗？”他说：“记得呀，这不是李白说的吗？”我说：“不是，芳芳说的。”哇，都放开了！谢谢大家，谢谢。来，投出你手中宝贵的一票。再次掌声送给仲宇。哇哦，一个文艺电影。是啊，我刚才都忘了拍了，因为我一直跟着芳芳，像你说的，我在看一场电影，然后就有很多贾樟柯的那种瞬间，你知道吗？站台、小舞，然后任逍遥、江湖儿女，就是所有那些人物，什么胡梅梅、巧巧，你会发现哦。就那样的女性，她其实就是像一个电影一样，你看到个体的成长，然后能够想到这个人他经历过那10年、20年的社会的变迁，完全有画面感。我觉得就是因为确实这种题材，像我们听的时候就开始有点不太敢笑哈，这种感觉。再琢磨，再看看。对，但是其实又非常有力量，就是感觉你无论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里头，最终怎么活自个儿选，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值得我拍这个灯，非常棒。谢谢谢谢。我就觉得他的文本很厉害啊，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把它当一个散文啊，或者是当一个文章去看，我觉得可能我们自己会脑补出很多情节，去帮我们去丰富它所有的环境啊，或者是所有的情节，可能会帮助很多。就是因为最后这个故事，就是你把芳芳介绍给我们之后，就非常非常的鲜活，所以最后整个故事结束之后，就是会忍不住的然后你的情感的浓度非常非常强，所以我就一定也会拍这个灯。对，就谢谢你把芳芳介绍给我。谢谢对方，谢谢。我讲的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女孩的故事，但是我刚刚突然意识到，她那个时候其实也只是一个女孩，这其实是2个女孩的故事。我和芳芳生长的地方在山西晋城，它就是一个挺朴实、挺厚重、挺黄土的那个感觉。这个是山西的颜色。小时候就很期待回到这儿，因为有山有水的很好看。用漂亮来形容老家，好像都会感觉有一点太浅了，就感觉这好像是一个很厚重的地方，是一个发生过很多故事的地方。然后很神奇，就是我跟芳芳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也是在这儿，就是回到故事发生的地方。这就是最后一次遇到芳芳的那个地方，因为太久没见了，然后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情绪，然后就没忍住就哭了，然后他也哭了。他变胖了，然后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他头发是那种大波浪，然后就是放在这边，涂那种颜色比较艳丽的口红。然后我上次见他的时候，他头发也没怎么收拾，他头发就是在后面这样扎了一下。就是你知道他还是那个人，但是有一些岁月的痕迹了。当时我写的时候，那个方向其实是我后面再也没有碰到过他，好像才合理一些。但是我确实就是碰到他了，就是很像电影里的情节，就是好像是某个人设计好的桥段，但是生活就是这样，就是挺奇妙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我段子里的南方，它其实是一个意象，它是一个可以让人产生新的希望。
新的向往的地方。当你很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瞬间没有那么重要，也不会觉得眼前的人有多么重要，这些街道有什么特别的。但我这次这么仔细的看这个地方，我就发现，当你愿意仔细的去看一个地方或者一个人的时候，可能就代表你要离开这儿了。我们会在这个地方长大，被养育，留下故事，然后离开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这样。粽子的表演非常独特，其次文本，故事性非常强，代入感非常强。虽然我手里没有灯，我是一个不配拥有灯的人，但是我非常喜欢。哦，谢谢小老师，掌声送给粽子，谢谢，谢谢。因为是1v1嘛，所以这一组的1v1，各位现场的朋友可做好准备啊！哇哦，迥异到了让我都不知道如何介绍下一位朋友。哦，首先今年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其次他弄得和我贼熟。当我犹豫着我要不要和他打招呼的时候，他扑面而来。没事。所以在我心里面，他可以靠脸吃饭。掌声欢迎可以靠脸吃饭的扑面而来岛主。脱口秀就这么简单。长相就是我第一个段子，谢谢你们，看得出来你们很懂喜剧。我们直接开始吧。开始啦！大家好，我是岛主，我是个有广西口音的海南人。哦，我是热带长相，很多人觉得我长得丑。没来说脱口秀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长得丑，因为在我们村，大家都长得差不多。有时候搞发型，照镜子呢，哎呦，我还觉得小帅的嘞。有点像5条人科。打扮有点像。对，人科反正开心。我这个长相在海南讲脱口秀没人笑的，因为我在海南就是个平平无奇的海南人。但我一出海南，我就是个先天喜剧圣体。我第一次来上海讲开放麦，还没说话，大家就笑了。走出海南，我才知道，我就应该去外地讲脱口秀，家丑就应该外扬。脱口秀界好久没有这种紫微星下凡了，是时候给内娱一点小小的震撼了。有人说岛主是智胜哥哥和广智哥哥合体，我说原来广岛之恋的岛是我呀。因为长相我得不到尊重，
有观众发 rap， 观众说我是偷电动车人呐、我没有偷过电动车，但我的长相很难让人相信我合法拥有一辆电动车。我说我没有偷过电动车，他们说你偷是电瓶。好尖锐。我甚至演过普法短剧《电瓶仔的结局》，导演让我演失主。失主哦，失主，这也需要翻译吗？失主就是丢失电瓶的主人。没戏没戏，节目播出会有字幕的。积木会有积木啊，给你打起来。这个导演真的很懂喜剧和悬疑。观众看完我的短剧之后，都觉得是我偷了自己的电动车。我这长相真的经常得不到尊重。我去机场，不小心走到贵宾安检通道，工作人员只看了我一眼，先生，经常在那一边，他都没有看见我的机票啊，怎么他有透视眼，然后看透我是个穷人，穷人也是我们海南人的简称。哦，穷啊穷。因为长相和口音，没把我当海南人。经常有人见到我以后，你好像广西的，我说我越南的。出门在外，身份自己给。我想当哪个国家人就当哪个国家人，但我的长相只能局限东南亚国家。我去东南亚旅游，他们都让我走本地人通道。我说我是个海南人，很多人感觉我家里有熟完的椰子。谢谢你帮我翻译。他说蝎子呀，椰子，椰子。我从小喝到大，椰子，椰子。喝多了就长我这样。还有椰鸡直播间的主播也该是我这样的，椰鸡代言人也该是我，没人比我更合适。我会爬椰子树，我会摘椰子，我身上穿的是椰子，正宗椰鸡就该正宗海南人代言。徐东东只是个东北人而已。东北人不止抢走我们海南三亚。我想代言椰鸡，广告语都想好了。椰子树，我从小爬到大；椰鸡，我从小喝到大。他一上来就摆这个就武装了。来了。钱不钱无所谓，主要想代言。如果不来找我，我就说椰鸡喝多了就长我这样。我身上穿的衣服叫做海南岛服。
我每天都穿，他们都以为这是我的皮肤，他们还担心我呢。岛主，你这衣服只能是夏天限定，你冬天在上海穿什么呀？我的冬天谁要住你们上海啊？我这次来上海就背一个书包，书包只有7套这种岛服，随时准备跑路。今天骑电动车来的，你们有个人可能要走路回去了。丢丢丢丢，谢谢你们，我是岛主。来，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岛主。哇塞，岛主可太倒了，我感觉。哎呦，我还觉得小帅的嘞。岛味儿这么足啊！哇，就是这个岛主也是因为就是老穿岛服，这整个岛这个来的吗？就是这个名字起的。对对，是的，是的。哇，其实海南岛服在海南本地人不穿的。岛主这个名字本身也是，我用什么语言来跟人沟通啊？你正寒冬喜剧啊！哇塞，岛和岛非常岛，哇，这岛德经，哇，这了不起！哎呦，你真的是带了7套来的？对，带了7套，主要是便宜嘛，这套25块钱。啊，就是多买了便宜。对对对。啊，我们这个节目《脱口秀和他的朋友》到了第3季，所有的脱口秀演员们心都野了。啊，小四爷是想要代言抽脂，这上来之后就直接要代言椰汁，而且恐吓别人，说不喝就长我这样。哎，地图也可以的。语音包，语音包。那每一个语音包最开始都会去洗衣城，他就说那我们开洗吧，我们直接开洗吧。一开始就是开洗吧，对吧？一上来，那我们一起开洗吧，在家里就可以洗啊。岛主今年你是哪年生人？我是96年的。啊，96年，看不出来吧？他们都说我像69年的。我看你像每一年的，哇，太棒了，太有意思了。没戏，而且他还说他那个话太逗了，他就是特别神奇，就是感觉你们如果听不懂我的话，我的话会有积木，就是那个要搭这个积木要看那个，哇，太逗了。哎，刚才你说那个椰鸡的时候啊，椰鸡，我们都不知道这2个字是哪个字念错了，对不对？它其实是俩词儿，一个词儿是椰子，一个词儿是椰汁，它是这俩词儿不停的倒。椰子是椰己，对吧？是啊，你真的很懂喜剧啊，周深哥哥。来，鸟鸟拍的是很早的。因为我感觉岛主其实很擅长构建自我形象，比如他今天的服装肯定是你自己选的，对吧？我是整季全人里唯一不用化妆也穿自己喜欢的衣服的演员。那你本身试过别的什么西服或者什么类似别的样的衣服吗？西服什么？西服啊，就是说我这说的是说我很舒服，我很西服啊，然后每天都开洗很舒服啊。那西服啊，我要去看脱口秀。岛主有没有试过像西服这样的造型？可以代言。他其实上台的第一句话我想拍灯了，他说你们喜剧就是这么简单啊。那一刻我就想拍灯，因为在这个舞台算是新人首秀嘛，我觉得每个人的新人首秀其实那一刻非常重要，就你以什么样的形象呈现出来，像刚刚娘娘讲的，以一个什么样的喜剧人格，包括什么样的造型呈现就非常重要。他目前是人和他的文本口音一切都是浑然天成的，真的。但我特别好奇，你将以你这样的形象就贯穿，如果你走到比如下一轮再下一轮一直往下走的话，始终这样的造型吗？因为他有7套呢，可以一直换。他可以走7轮。我走步算步吧。哦，走一步算一步。走步算步，走步算步，对吧？走步算步，对。您一出现，我就想起了徐志胜的鬓角，就是当时那个感觉就出来了啊。我最喜欢他的是，
是说徐冬冬是东北人，然后下一句话是东北人已经夺走了我们的三亚，太好笑了。妮儿姐，我觉得有一点我是感受到了，其实就是他在他的讲述过程中越讲越开心，我能看到他的开心。开始一直在说他长得什么样，但是他讲着讲着，我就觉得他很可爱了。呦喂，还绅士了一下啊！我觉得咱们节目播完之后，任科一定会跟你一块聊聊。所以都得夸啊，对，必须的。岛主还是挺可爱的，然后他一说任科那帮，就还真是那副，就老在反正他们是属于那种吧，光天化日之下，在门口能站一天，没有任何事儿干，就在那站着，说哎过去了，哎，就这么，他可以一天什么都不干。他们是那种非常闲散的，我觉得一个闲散对于当代人来说是一种美德啊。哎呦，我还觉得小帅的嘞。我们在忙些什么？我们在证明我们是个什么？我们不过就是一堆人而已。他就是活得像个神仙一样啊！我认为岛主，这节目结束了之后，一定能拿到代言，一定能拿到代言。夏天是岛主的季节。海南岛主，纯天然无添加，来自海南，感受夏天的阳光滋味。我是岛主，我为夏天代言。椰树，我从小喝到大。椰子，我从小喝到大。拖鞋，我1块钱一双。岛服，我1点换1套。有时候生活很热，有时候生活很吵，有时候椰子树上的你下不来，有时候电驴没电了还在半路。但不管遇到什么事，也不要忘记现在是夏天。海南没有冬天，岛主过夏天。喂，冬天吗？这里没你戏啦。谢谢岛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请粽子回到舞台。好，来，教团的票数没有差别，在现场的观众投票结束之后，粽子和岛主分别得到的票数是哇，岛主185，粽子稍微落后，请2位回到队友的身边，等待下一轮1v1的结果。马上要上场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掌声欢迎菜菜。大家好，我是菜菜啊。要和菜菜1v1的这位朋友，他的伙伴岛主一直握着他的手。2个人在深情的取暖和彼此鼓励。为什么？因为又是一位舞台上的新人嘛，可能会紧张一些。一位新朋友，掌声欢迎 TZ。铁子，TZ 是不是铁子的意思？OK 啊，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TZ。我家收废品的，就小时候我爸经常会从废品站给我带回他说到的玩具，就导致我从小家里玩具又特别多。就我每次想买新玩具，我爸就说你等一等，别人的玩具早晚都是你的。但就是这些玩具我只敢在家玩，我从来不敢带到学校去，你知道吗？因为我怕我同学看到，越看越眼熟。基本上衣服也都是收来的，有些衣服真的非常劣质啊。
但是上面的 logo 非常大胆，都是什么 LV、爱马仕、范思哲，我家人都不懂，给我穿到学校去。偏偏我有个同学，他家里特别有钱，而且他知道我家是收废品的，他专门过来问我，啊，你怎么穿这个呀？这是那个范思哲的。我说穿我身上就是我的。我差点当场跟他吵起来，我说你把范思哲叫来，他自己都不要了。很多人真的会问我，他说你家收废品哦，那你家是不是说特别有钱？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小时候我们家一般用不到钱，就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收来的。这我小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当时特别需要一个台灯啊，就我求了我爸1个礼拜，最后我爸终于答应我，他说台灯是吧？行行行，我这两天帮你留意一下。对，到了跟你说啊，到了跟你说。我当时就反应过来，原来我们家那些电视机、电冰箱都是我爸辛辛苦苦从外边给我留意回来的。我感觉我爸好厉害呀，就家里缺什么，他说我留意一下，就有了。真的，我有时候在思考这个世界的本质，我说是不是我爸的意识决定了物质啊？我跟你说啊，就以后谁要敢做空黄金，我说你等着，我让我爸留意一下。所以我们家现在用什么呢？就取决于你们家之前用的是什么。啊，我们家现在过的就是你们家10几年前过的生活。我最近就听到很多人在说特别怀念以前经济上行时期的红利。我说我们家现在正在吃。对，你们要是来我们家，我就送你我们家现在最流行的玩具福娃欢欢。还在更新中。拉布布也有，但是要等一等。冰墩墩正在路上，你知道。小时候我爸一直跟我说嘛，说虽然咱们家收废品，但是咱们家就堂堂正正的。所以当时班里面发那个家庭信息登记表，就父亲的职业那栏，我直接填收废品。因为我真的不觉得丢人，没想到我爸看完他觉得丢人。他说你干嘛这么老实啊？咱们家做废品生意的，你直接填老板。我不敢填老板，最后我填跟老板意思差不多，但是稍微小众一点的，我填的是资本家。填的时候我也不是很确定啊，我要专门找当时高年级的学长借政治书。找资本家的定义，看到第一行我就放心了，因为书上说的特别清楚，他说资本家浑身上下都是肮脏的。我当时听感觉对上了，而且我从小就穿别人穿剩的衣服，玩别人玩剩的玩具，这就是资本家最喜欢的剩余价值，你知道吗？然后最后呢，我们老师把我们叫到办公室去，说你这种情况，你应该要填个体。就我们班总共也就3个个体吧，但我们互相都认识，而且我们特别团结，因为如果我们在一起啊，我们就是一个联盟，3体。跟你说，就如果有人来问我们说你们家是做什么的，我们的宗旨都非常统一，就是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我每次其实最烦的就是他每次填完那个表，他要传到最后一排，然后收上去，你知道。我不想暴露我3体人的身份，尤其我当时后边坐那个女生，我特别喜欢她。她一直催我，她说你那个填好没？填好赶紧传过来。最后我实在没办法，我说了我爸最常说的一句话，我说那个一会儿我来收啊，一会儿我来收。其实这个小时候真的觉得收废品挺好的，因为小时候我爸总是跟我说嘛，他说你看你以后要是成绩不好，对吧？你不好好学习，你没关系，你看咱家还有个废品站，你以后还能继承家业，你还能收废品，多好。但我越长大发现到越不对劲儿，因为我发现老师总是拿废品站去骂那些成绩不好的同学，就每次上班会说你成绩这么差，我说你成绩这么差，你以后收废品去。我当时一听我心里都慌了，我怎么什么人都能来收废品啊？不是我爸干20多年，我不好学习，我才收废品啊！你也收废品啊？
你知道我什么身份吗？我跟大家说一下实话，就是一般普通家庭的孩子，如果你现在要去收废品，你根本收不过我，因为我爷爷就是捡破烂的。我爷爷有3个儿子，就我大伯、我二伯和我爸，现在全部干这个。而且他们3家的那个收购站就开在一条街上，就毫不夸张，就那条街上，但凡一个矿泉水瓶子，它只要落到地上，那就是我们家的私有财产。这个瓶子他姓T。那个街上的垃圾分类，它只分3类，就是我大伯家、我二伯家、我家的。而且我爸从小就会带我出入一些你们接触不到的圈子，带我结交一些人脉，对，带我认识一些保洁的孩子、保安的孩子。就我们3个家族在一起，就是这个废品行业的峰会。我跟你说特别关键，就以后保洁的孩子长大，他发现哪里有垃圾，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我开着我爸的3轮车到人家小区门口，保安的孩子只会让我的3轮车进去。就是因为这些父辈搭建起来的友谊，导致我们以后的孩子还能继续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对，可以说是铁板一块。对，你现在外边谁说想进来收废品，打都打不进来啊！我们就是拉布什柴尔德家族 ，Rubbish Child。太好笑了。废品之子。然后呢，给大家透露一下我们家族下一步的这个动向啊，就是我们那个废品站周围3个小区的物业最近要换届了，我们家族也是筹集了一笔选举资金，准备影响大选。你可恶！推举3个符合我们家族利益的物业经理上台。对，这个物业经理他想要上台，他必须符合我们拉布什柴尔德家族的利益。上次有个观众听完，他特别生气，他说：“你们以后要这样干的话，以后我们要抵制收废品的孩子继续收废品，没有用。哦，因为以后都是我去干保洁，保洁的孩子干保安，保安的孩子收废品。就因为我们资本的勾结都是非常肮脏的。”就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啊，巨额的垃圾正在被悄悄的转移。所以你们以后不要再说不好好学习就要去收废品了啊！你们还是好好学习吧，因为你们呢没有选择。啊，这个我爸从40年前从地上捡起来第1个瓶子，就把我这辈子的活都干完了。好，谢谢大家，我是 TZ。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 TZ。现在家里还在做这个？必须啊，家族产业，越听越感觉越过瘾。这个好想加入啊！其实我爸最近有一些副业，他最近搬家什么的。搬家？我去年过年回家，他还在干。然后说平常也会帮忙搬家什么的，因为他那个3轮车也不能空着，你知道吗？就是。对，都得用着哈。都得用着。哎，小时候收着过什么好玩的东西，甚至别人都没有那种，肯定特别多，是不是？这个日记本，有病吧？你说到了别人的日记本，是别人当然没有了。不是他不要的，他卖当废品卖的。哦，你读起来了啊？不是我妈还好，我妈就是看到有一些日记本写的如果不好的，她会把那个日记给撕掉。她还批改啊？再给寄回去，说这个可以改一改啊。不是他把那个前面写的部分撕掉，后边给我当那个草稿纸用。哦，对，然后说前面的才是垃圾，这写过的才是垃圾啊！哇，好厉害！我觉得你的生活
哎，听着怎么这么好呢？就是有种特别玄妙的感觉。对，这也是我好奇的，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一开始是就是拿一个扁担，然后挑着书包，然后在街上卖的嘛，所以就是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经常被叫就是卖包的，卖包的，因为我觉得就很多有像这样就经常容易被指指点点的工种，包括在舞台上我还是会有那样就很难去改掉的这种就是不安全感也好啊，或者是怎么会有点对，所以我就很好奇怎么能够做到这么自信。其实我小时候就是也是这种情况，因为我爸那个废品站对面有一个小学，然后每天就有很多的小孩放学，然后他阿姨就接他嘛，就排着队到废品站，就说你看啊，你不好好学习，你跟他一样啊，你看。因为有个小学没有办法，天天都这样，天天都是一路过去。然后我爸回家还说我，他说你看我教育这么多人，唯独没有教育好你。因为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被别人指指点点，但是对于你来说，你小时候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包袱，就是会有吗？还是说没有？有的。你是怎么把这一摊儿就甩掉，然后反而变成自己能开朗的、活泼的去和对，就是怎么看问题？对，讲脱口秀，对，太好了。他用他的话来说就这么简单，但是和他的性格有关，和他具体的成长是肯定是有关的，和他自己脑海当中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有关。对，我觉得特别喜欢这种角度，就是感觉有时候你羡慕，比如像都像马斯克了，什么比尔盖茨拥有全世界这么多东西了，他有那么多东西，他没有我微信呢，对不对？怎么样？你有我微信吗？然后就重点就在这儿。对，我还有一个优势，我也可以说一说。太棒了，我听听。就是我去年出了一个车祸嘛，然后我爸从老家就过来看我，然后我就发现天天都有人给他打电话，让他上门回收。我就问他说你今天怎么不在啊？怎么什么的？我就发现好多人关心他，都没有人关心我，对吧？然后我后来就明白，因为我爸干那个实在干得太长了，干的真的是20年、10几年的那种，周围那些街坊邻居什么的都特别需要他，然后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让他上门回收。而且他这个电话号码呢，我说好说以后我要干的话，他直接给我，然后。哇，全在他的这个人脉多少年的这个精华都在这联系簿。对，这个号太厉害了。其实能感受到你一开始的创作是起源于一种自卑的情绪，但您可能在上开放麦的过程中发现，正着说、直接说是会有一点沉重的。然后你可能试了很多喜剧技巧，发现坏话正着说会很有效果。我自己也很受触动，就是在创作脱口秀的过程中，真的能生长出一种全新的视角，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快乐。谢谢年老师，我觉得非常棒，而且他在讲一个其实在他看来是一个普通的可能行业，但是其实你是有意无意间触碰了一些在我看来是很犀利的一些话题。比较大胆，对，比较大胆。但是我们在笑谈一个行业的角度，以一个就是拉比施柴尔德家族的2代的角度去讲的话，那就是完全是我们能够意会，也可以言传的。所以我觉得他拥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出舞台的5分钟。谢谢鲁豫老师。有人生于高楼广厦，有人长于世境烟火，而他的人生主场是一座藏尽世间万物的废品帝国。这是我们家囤的这些期货，低价买入，涨价卖出。还有什么是不拥有的呢？上海都没有，我们这边已经满大街都是了。作为整个家族的唯一继承人，世人艳羡的荣华富贵、万般物质，于他而言，触手可得。你们也是长见识了吧？可这样的生活始终填不满他荒芜空洞的灵魂，唯有徜徉书海，才能寻觅世间真谛。不要随便亲我，不要随便排挤别人。我不跟你走，我不怕尴尬。当我生气的时候，每天懂一点人情世故。我们每天在废品站研究的都是这些啊。什么叫真正的大儒之家？真的书香门第。戏剧文化和脱口秀文化也是一脉相承的。脱口秀我们是很支持的。
一手撑起废品帝国的父亲，早早便为他铺好了后路。人脉和资源是拉布什柴尔德家族深耕一生的基业。这帮人，那肯定的嘛，那我们这么多年，那肯定有不少人。源源不断的宝物是留给继承人最好的礼物。到了一批的新货，但谁也没料到，他却公然与整个家族对立，尽数舍弃家族赋予的无尽资源与人脉，一头栽进毫无门槛的脱口秀行业之中，任由大众点评。这个是我们之间的商业合作。世人揭晓他自毁前程，却不知他挣脱世俗桎梏，只为亲自书写拉布什柴尔德家族的传奇。来，各位看一下菜菜和 TZ 最终票数是成功可以197，哇 ！TZ 197票，因为 TZ 和岛主票数都领先于对方，所以恭喜二位在不拆组的情况下双人晋级。菜菜和粽子要在待定期继续等待结果。好，这个当时他这里吧，是吧？好。哎，我觉得从中这个非常的好，非常的好，他就是能疗愈好多人，且就是用角度看问题，真棒啊！很厉害，TZ可以的，岛主可以的，确实没问题吧？咱我跟你说没问题吧？真可以啊！我都知道，加油！相信我的判断，相信，绝对没问题。感觉怎么样？没钱了。我们关系现在就升了。这个是海南大明星，这是废品贵公子。你俩有点，现在回到一个双晋级的状态。哦，双晋级了，双晋级喽！双晋级有预想过这个结果吗？有点完全超乎我的意料，然后包括最后那个票数出来，其实我觉得是给高了，不是说给高了，就我觉得对我而言是很高的，就现场的，是不是太谦虚了？我是不是？我从来没想过会一下拿这么高的一个分，但是我当时心里也有一个感受，就你说这个舞台上活生生来往那么多人，那么多的人拿过很高的票，曾经有人拿过很高的票，也曾经有人在这个舞台上拿过很低的票。他走了一阵了，他都在他前面。这个不能代表什么，最牛的是他的那人格，才是我觉得最厉害的。很多时候就是你以为你消解了，其实你没有，或者说你以为你没消解，哎，你也已经消解了。我觉得可能就是消解就是一种不消解，不消解就是一种，我都。这榜牛啊！我要好好体验一下。火锅不够，还有还有烧烤、米粉、早茶、小笼包、湘菜泰餐。再玩点啥吧？贝拉达，还必须得坐一次直升机。哥们儿，是大众点评必吃榜和必玩榜啊！真实评价靠得住，这榜确实牛。来，我们马上要开始的1v1，率先要上场的这组，让我们掌声欢迎鸡翅和鞋子。要和这二位1v1的是王大刀、杨鑫。大
大刀太有范儿了，对，太飒了，哇，好酷啊！率先要上场的这位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特别爱参与喜剧节目的鸡翅。哎，Hello， 大家好，我是鸡翅，很开心看见你们。好，谢谢鸡翅。要和鸡翅1v1的这位朋友，去年在这个舞台以强烈的表演风格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掌声欢迎王大刀。大刀。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大刀。你们还记得你们第一次知道别人讨厌你是什么时候吗？每一次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有观众在心里面想，没有人会讨厌我呀。我想说，当然，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被蒙在鼓里。我第一次知道别人讨厌我是在我小学的时候。我的朋友在我家睡觉之前他就跟我说，他说大刀你知道吗？班上好多同学都挺讨厌你的。我说怎么会呢？我人缘不是挺好的吗？班上的同学吃什么都会给我吃一口。他说因为班上的同学吃什么你都要吃一口。我就想起很早之前我去找他玩的那个晚上，那时候我们6岁，他的外公在那晚上做了一顿烧鸡。我在我6岁以前的人生没有闻过那么香的鸡。我就站在那儿看他们2个吃。一口都不给我。我就问我朋友，我说这鸡好吃吗？他说好吃。我说是特别的好吃吗？他说特别好吃。我朋友6岁，他不给我吃，算了，他不懂事儿。可他外公80岁了。也不给我吃。我当时想，难道不懂事才是长寿的秘诀？但是你在小的时候知道别人讨厌你，你还是很难过，对吧？那天晚上我流了好多眼泪，我就默默祈祷，我说小学快结束吧，快上初中吧，上了初中我做一个不嘴馋的人，就不会被同学讨厌。可是上了初中还是有同学讨厌我。初中新学期开学，妈妈带我去买了一双新童鞋，那双鞋太好看了，我当时就决定这双鞋我穿到大学毕业。晚上兴奋根本睡不着，我想怎么办呀？明天就要去学校了，他们该多羡慕我有这双鞋。我妈走进来把我鞋甩了，说正经人谁穿鞋睡觉？好不容易等妈妈睡着了，我就从床上爬起来，把我的新鞋穿上。我就在客厅走啊走，走啊走。哎呦！我讨厌客厅的凳子。我又继续在客厅走啊走，走啊走。第二天早上醒来，妈妈说梦到去世的祖母了。我说梦到祖母怎么了？她说梦到祖母在家里面散步。终于可以去学校了，我怕同学注意不到我的新鞋，我就把我的腿伸到过道上。新鞋实在是太夺目、太闪耀了，绊倒了一个男同学、一个女同学和一个班主任。那是我长大以来第一次接触半导体。
坐我前面的同学终于注意到我的新鞋，盯着我说：“王大刀，你这双鞋怎么这么土？”我说：“因为刚刚很多人踩到了。”后来他拉着好几个同学一起削我的鞋，我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下课的时候我去后排倒水喝，他们过来把我围着说：“王大刀，你的头怎么这么油？你从来不洗头吗？”先说我的鞋臭，又笑我的头油，说我鞋丑就算了，我炫耀，我活该。可我头油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一定是嫉妒我，所以找了个油头。终于熬到了放学，我就背着书包走在路上，他们又跟在我后面，说：“王大刀，大刀，大刀，你怎么哭了？大刀，对不起，大刀，别哭了，丑人是不能流泪的，丑人流泪就更丑了，丑人流泪就更丑了。”我只能嚎啕大哽咽。哇，冷到我都不能流泪，我只能做一个干燥的丑人。可是你们知道在青春期的时候被同学说丑是件多么残酷的事情吗？哎，你们知道吗？很残酷，因为那个时候说你丑，你应该就是真的丑。但我大概也是从那一天开始没有那么喜欢自己了，好像做什么都会被同学讨厌。一直到我上初二，我开始学会使用 QQ， 我在网上认识了网上的第一个好朋友。他当时问我，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周诗怡。”诗歌的诗，好听吗？好听。我们班语文课代表的名字。我为什么告诉他我叫周诗怡？因为周诗怡听起来就是一个长得好看的人。我问他，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李小龙。李小龙这名字也没多好听，他怎么敢就直接说了出来？李小龙老师跟我们抱怨，他说他是他们当地小镇一个帮派小有名气的老大，他不知道为什么生活中有很多女孩都想当他的女人。我说：“哦，把你照片发我看看。”他发过来了和他3个帮派小弟的合照，4个杀马特。14岁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张照片，要说他们丑吗？可是我又看不到他们4个的脸。李小龙说：“你长什么样？”我说：“我长得丑，我长得不好看。”他说：“那你要不要试试我这个发型？”我说：“不行，会挡到后面同学听课。”被削头油那天我真的很难过，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登录我的 QQ。李小龙终于注意到我的在线状态变为了请勿打扰，他就发来消息问我，他说：“你心情不好吗？”周诗怡。我说：“对。”他说：“你怎么了？”我说：“班上同学笑我。”他说：“他们笑你什么？”我说：“他们笑我的头。”他说：“别人也笑他的头。”我心想，那我们2个还是不一样的呀，我的洗一下就可以了。我说：“那别人笑你，你怎么办呢？”他说：“哈哈哈哈，那正是我想要的。笑声就是一种关注，你的存在太过于强大，他们无法忽略你，就只能笑你。”天哪，那一刻我感觉，如果李小龙跟我是同班同学的话，不会有同学再笑他了，不会了，会直接打他。但跟他聊完之后，我的心情也没有那么难过了，但在班上也没有那么敢做自己。但是你们也能看出来，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动的人。有一天放学路上，我实在是没有忍住，我又跳了几步。同学看到说：“王大刀，你怎么又在路上跳舞？你不知道你很怪吗？”天哪，这句话太让人心碎了，因为我小时候就隐隐约约感觉我自己怪怪的。我怪吗？到家之后，我又马上登录我的 QQ。李小龙说：“你今天的头还 OK 吧？”
我说 OK 啊，但我今天在路上跳舞了，同学说我是个怪人，我怪吗？他说只有那些听不到音乐的人，才会觉得跳舞的人是疯子。天哪，李小龙太哲学了。10年之后，我才知道这句话是尼采说的。我记得我那一个夏天，几乎每一天都在跟李小龙说话聊天，我们说了好多好多话。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哎，我好像喜欢你。”我说：“我好像是谁啊？”我当然没有接受他的喜欢，因为我不是周诗怡。谢谢大家。我是王大刀。来，各位抓紧投票时间，左票倒计时。周深第一次在现场看到。因为我之前就在想，因为唱歌类型的节目，就有的那种非常嗨的歌，是你会在现场特别嗨，但是通过屏幕去播之后，它的感染力会削弱很多。哎，但是我觉得王大刀那人是一定要去看他线下的人，是你通过屏幕看他的莫名其妙，只是他莫名其妙的10%，他明明在那儿你看不清他，就那种感觉哈。对，但是就非常吸引我，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去看你的线下，太有意思了。对，对，对，那可不嘛，得来啊。他就感觉这独角戏演得特别好，对啊。我还有印象很深的就是你的那个段子里面说的三迎风，你用那个花圈噻，全是迎风。哦，对，那个是因为那个它是云贵川渝的那个方言的。对，其实我觉得那个点。当时我真的是看完之后，我暂停了，笑了很久。哦，那个梗特别好，那个是贾浩哥给我出的梗。哦，可能是因为我在贵阳长大，所以那个三迎风那个笑点就疯狂的戳中我，完全戳中您。对，也许你可以再找点像这样方言类的，我自己猜测的啊。好，笑对了。你上台的时候，我一忽然说哇，这就是好飒呀哈！我当时就说，而且你的表演风格，我觉得是就像演的一个话剧的一个片段哈。开始我说这个凳子是干嘛的？我以为是坐在上面弹吉他或者是做什么的。对。结果就是为了碰一下哈。对。这个我觉得就是为了故意出现场状况，就是为了碰一下。就是我想炫耀的时候，就是踩一下一个东西啊，我炫耀。哦，就是他要摆姿势用 pose。对，我就有一个转的，活该。哇，你们听清了，活该。好喜欢。大刀，你知道你在演的时候，妮儿姐就一直在跟我说，哇，演得太好了。对，妮儿姐是演员，一个演员在说你把这个舞台把它当成了一个你自己的场域来演，她一直在说你演得好。对，因为在舞台上都会有事故嘛，对吧？你在中间又碰了一下，然后你自己缓解一下，这个看来你是有舞台经验的啊。就是他特别严肃，但同时又做一个非常尴尬的事儿，对不对？就是那个感觉。对。大刀现在在我心目中，刚才那段演出特别像那种动画片里头暗黑世界的女皇。哦。就是那种这个世界都欺负我，你们就等着吧，就是那些。哎，你每回走着突然间。然后再开始说话，这个东西就是您本身在上台前就已经设计的。不是，我就在台上先讲怎么舒服，然后我就不会去设计看讲的时候怎么那个，我就觉得想做那个动作了，就开放麦嘛，去跑，然后后面觉得比较好，我就会固定这个动作。就想大刀一上来，我跟苗苗我们俩就说哇，大刀好有范儿啊，然后他这舞台人格一直非常有魅力，但今年大刀比去年我觉得有特别大的进步。他一直演戏是处于自己的世界里面，但不同的是，去年你的世界有些时候跟我们的世界之间那个壁垒是没有打通的，但今年从始至终，你都允许我们在你的世界里面，在旁边静静的看。有些时候我们是在其中的，但有些时候即便没有在其中，我们依然是在你的那个世界里面，那个壁垒是完全没有的。就从你最开始上来以后，你就说我是王大刀，那几个字好像你对自己施了个魔法，然后也对我们施了个魔法，我们就进去了。我觉得非常好。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就是有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袅袅应该能够特别的
从那个表演或者文本角度，你觉得他有一些什么呀？哦，我觉得表演和文本这2个类型已经无法局限大刀了。我觉得大刀是动作型的脱口秀演员。因为我感觉好像有时候演员会希望抓住观众注意力，然后就会表演得很用力，但是大刀就另辟蹊径，然后用背影对着观众，然后观众也会特别好奇。哦，我还想说他刚才说的一句那个我好像喜欢你，你那句词儿刚才说的特别好，一下说出了那个人，就是我都能想象那个李小龙是什么样，他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他说的我好像喜欢你，所以你们俩的这个未来，我就从那一句话里听到了你们俩的未来。那句词儿说的真棒，那句我好像喜，你再说一遍。闫妮老师，我好像喜欢你。他随时入戏。哎，当演员合适哈，当演员棒。对，刚才他那句说的可以，来，特别棒了。再次掌声送给动作派的脱口秀演员王大刀。同时，我们也要有请鸡翅回到台上。鸡翅和王大刀的票数分别是。Oh no！ 2位回到队友的身边，1v1的比赛仍然在继续。近2年真正让我耳目一新只有王大刀，大刀是一个鬼魅。后面最后一句“谢谢大家，我是王大刀”，其实这句话是一个结束，但是它其实也是稿子的一部分。就是我不是周世怡，我是王大刀。我看到一些写很轻松的事儿的朋友，我会很羡慕他们，因为我觉得我目前写的这些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很重的情感，就是我写的所有东西都是我为此流过很多眼泪的。什么时候能有一篇干燥的稿子？鸡翅组派出来的下一位演员，也是一位这个舞台上的新演员，来自厦门，让我们欢迎何鞋子。Hello， 大家好，我叫何鞋子。再次掌声送给何鞋子。没演好，今天是我演的最差的一次。让我们把情绪和热烈留给马上要上场的这位演员，又是一位新演员，气质淡雅，但是语言锋利。掌声欢迎杨欣。欣姐啊，你是下午场吗？欣姐真的是所有观战区里最优雅、最淡定的一个人。真的，我们在观战区所有人都四仰八叉，都已经不行了。欣姐非常慈祥，坐在那里，然后非常优雅。整个2天就坐在第1排的正中间，优雅的看着镜头。欣姐真的像一尊那种观音啊，应该很多人有这种感觉吧？有没有说你像观音菩萨？我总觉得你这儿差一个红点，外形气质都像。但性格肯定不像，看着很正气，但是心里面诡计多端那种感觉。长得像菩萨那个是吗？他跟我说话聊天，问我你是唱歌的吗？我说是。你是独唱还是跟别人一起唱啊？我一般都合唱。你是乐队的？哎，我说的是和声，不是合唱，是和声。哦，你不是单独出来唱的那个，那谁唱啊？那谁唱啊？不是。就是你在边边上唱嘛，我问你们主唱是谁？我一般开 live house 巡演的那种，我就会带乐队唱。然后一般进录音中就是2个人合唱。不是，他说的和声我懂，比如说张惠妹在前面唱歌，旁边就3个人在帮她喊调子。喊调子。我问无语了哦，但特别好玩。不要与大自然作对哈，特别是太阳大的时候。你跟这些花花草草交流一下，它对任何人都没有影响。欣姐是很有风格的一个非常具有魅力的灵魂，你跟她接触会让你体验到这个世界还有第2种玩法。
杨姐，我觉得挺好玩。第一次跟我说英语，我都懵了，我说他为什么跟我说英语？后来发现他看谁，他跟谁说英语。英语是一直都很喜欢，有的时候我会跑到著名的景区，在门口去蹲点守那些外国人，去跟他们说话。Where are you from? What's your favorite vegetable? Have you been Chengdu before? My name is Yang Xin. I'm a stand-up comedian. 掌声欢迎杨欣。大家好，我是杨欣，我是一名家庭主妇，已经结婚很多年了，跟老公是相亲认识的。因为我价值观比较正嘛，我认为感情是可以培养的，但是钱最好是一开始就有。有人认同我吗？满满的正能量。认识没多久，我问他：“哎，你感觉我怎么样？感觉你长相一般，有点肥。”我心里想，你自己长得像个偷油婆，偷油婆就是蟑螂。但是我忍了，因为我重感情嘛。没过几天，他约我去看电影，电影在播放之前，屏幕上就在放苹果 4S 的广告。我当时没忍住，说了一句：“哇，好漂亮。”他说：“像你这样贤惠的女人，应该不想要这个吧？”我心里有个声音在说：“我想要。”但是我嘴上却说：“就是有点贵。”他说：“那我送你一个。”我心里有个声音在说：“什么时候？”但是我嘴上却说：“什么时候？”太妙了。他说：“你不是马上要过生日了吗？就当你的生日礼物。”接下来电影放了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我满脑子都是再一次改变世界。苹果 4S 的广告词。没过多久他就来了，吃完饭第一时间带我去了苹果专卖店。我们仔细的选了颜色、款式，他问了容量多少、价格多少，以及出口在哪儿。他没有跟我买就拉我出来了，当时脚就走不动了。我心里想，最多过了这个红绿灯，我就要跟他说不好意思，我要先回去了。但是在过这个红绿灯的时候，他突然间塞了个东西在我手上，我一看，但是是个裸机。我说怎么连包装都没有啊？在哪里捡的？他说不是捡的，买来就这样。我知道了，不是他，难道是别人？但还是很激动，我就急着回去研究这个手机。当我回去之后，我才发现他给我的是个高仿机。我为什么知道是高仿？你打开那个界面，苹果的 logo 是个整苹果。没被咬过一口。我就跟他打电话，我说你买到假手机了。他说绝对是真的。我说如果是真的，我给你买8个；如果是假的，你去给我买个真的。他说好的。第二天我们就去专卖店，还没进门口，眼尖的销售人员一眼就认出是假的。我至今还记得销售员脸上那个震惊的表情。他说美女，我们苹果手机上没得触摸笔。他还是很说话算话，就给我买了个真的。这下轮到我心里不安了。我打电话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的妈妈。我妈妈说，你问一下对方是不是想追求你，如果不是，你不要接受人家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妈这个观念她是错的。你就应该把那个手机拿了你揣好，你要有配得感。但是我跟他打了电话，我说我妈让我问一下，你是不是想追求我？
他说你不要想多了。我说那我妈让我把这个手机还给你。他说没必要。我说好的。但是我始终都觉得心里不安，总觉得有事情要发生。果然没过几天，他又到我上班的地方来了。但是这一次他跟以往都不一样，显得特别的扭捏。我心里在想，你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哈，喊老子还手机，老子不得还的。他说你能不能当我的女朋友？我心里想，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你之前嫌我丑，现在送了个手机给我，你想拿我什么东西走？你想玩弄我感情，我让你现原形。我说这样，如果你确实有这个诚意，我们就跳过恋爱环节，直接领证结婚。我谅他不敢，他说好的。这话又是我自己说出来的，我们就约好周一去领证。到了周一那天，我假都请好了，我给他打电话，他说我妈说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太仓促了？他绝对在撒谎，我断定他妈根本就不知道仓促这个词。我去跟领导请假的时候，领导都惊呆了。他说朋友都没听你耍，你跟哪个结婚啊？你人生大事要经过思考哦，你看起来不像这么草率的人呐。我假是请到了，但是我在领导心目当中的形象给毁了，那是我多少年打下的人设，都怪他。我当时心里就有一个信念，这个证今天怎么都要领回来。你就是先跟老子结婚再离婚都要的，你要付出代价。谁让你说话不算话？我就开始骗他，我说这样，你把户口本带上，你先出来，你出来，我们今天只聊天，不扯这儿。他出来了，20几岁的男孩子，单纯又好骗。我记得在民政局附近一个广场的石凳子上，我花了差不多1个半小时时间，用尽了我26年以来积攒的所有销售话术，把他的脑壳洗通了。他抓着我的手就往民政局走，但是快要到门口的时候，他又迟疑了。还好我做过销售，我敏锐的知道该逼单了。我说你看，来都来了，你即使是不跟我结婚，你要跟其他人结婚嘛？你提前去熟悉一下那个流程，对你又没什么损失。我们就在门口看看，不进去。半个小时之后，证领出来了。他踏出民政局的门口，就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啊，我好像上当了。”当时我心里还有一丝窃喜，后来我才知道我才上了大当。都说高端的猎手以猎物的形式出现，我死都没想到他以偷油婆的形式出现了。领证没多久，他就开始惦记我的工资卡，但是我并不生气，因为人要将心比心嘛，我早就惦记他的了。时间久了之后，他问我，他说：“哎，你能不能不要老把心思花在怎么从我身上挣钱？你去外面把钱挣回来好不好？”我说：“你在说什么呢啊？我每天跟你睡在一起，我都挣不到你的钱，外面那些人我都不认识，我怎么去挣人家钱嘛？”他说：“为什么湖北女人的优良传统你一个都没继承？”我说：“是谁在造谣？女人的优良传统我全部都有，小到洗衣做饭，大到 IPO 上市我都会。关键是你工资卡都不给我，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对吧？卡拉嘞。”我就这样在这些年用这些方式解决了他的非常多的疑惑。今天来的时候，我闺蜜在跟我打电话，她说一心超持家，老公还嫌她，让我帮忙分析问题出在哪里。我说问题就出现在你太能干了，你什么都要做，做了你又要抱怨，你的功劳都被那个嘴巴给抵消了。你家里有那么多的物件，你的手不要老是去拿那个拖把拿锅铲，你去拿鼠标刷具，拿化妆笔化妆。他说那家务不做吗？我哪里在说家务不做嘛？家务肯定要做，家务你留到你老公下班回来你再做。
你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做，你做通宵都可以。你要做到他看着都心疼，迟早有一天他会说：“老婆，你不要做了，你过来睡觉嘛。”你说我要做，我要收拾这个家。谢谢大家，我是杨欣。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杨欣。杨欣当时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你和你老公扯证结婚？因为他人非常好，三观很正。他当时其实没有财富，但是我相信他有创造财富的能力。你三观很正啊，听上去就是。我是满满的正能量。对对，满满正能量。最开始那太炸了，你最开始那2句就已经在说这拍不拍太有意思了啊。就家里您是管理的更多一些吗？家里的话，它是有一些小门道。哎，那我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家庭职场化，就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老总，家里的成员都是员工，你得让他们就是自发的去完成一些家务。哦，没听懂啊？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哎，来了，我听听。比如说，在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崩溃。我就没这样的苦恼，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因为我这个人说话他是用嗓子发音的，所以我的飞的质量应该不好，你的飞的质量好一些，要不你就去辅导孩子作业。他辅导完之后，我还得鼓励他。我说也奇怪了，就这么多的补习费，孩子他就是听得呆若木鸡，但是你给孩子讲课的时候，我发现他眼里有光。哎呦，鼓励是。就是提供特别强的情绪价值嘛。对，我非常非常好奇，就是怎么摸索或者是测试出来这些方法有效呢？这个他要验证，因为有的时候我把房门推开，孩子有的时候是在看书的，但是我怕他时间久了之后他就骗我啊，他也可以假装看书啊，然后我就考他一本书拿出来，我说这个书讲的是个什么故事什么内容，他大概的就能复述，所以从这些小事情我就知道我的这些方法它是有用的。人有那个经营家的这些智慧，对智慧太厉害了。他是平均流水的，把这个家操控的特别好啊，特有智慧。你刚说的那个就是像一种管理，我是懂的。我看了一个剧本，剧本上就写的是他的孩子想跟这个人结婚，他知道这个人以前当过局长，他就把家里的琐事啊每天让他批改，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样很有趣，而且你的表演我很喜欢，你的气口，包括你停顿的节奏，时间的长短，我觉得都是有练习的。有一些地儿我们马上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但是他不说那个，他就直接那个太有意思了。这个我就比较惭愧了，因为我确实到这个舞台来，我也很紧张，我全程都在手抖。因为在乎都会紧张，我上去我也会紧张，但是我觉得表达出来的还是很好的。我觉得杨欣表现太稳了，但是我刚才在观看的过程当中，那个情绪的起伏很有意思。我从你说我这人三观比较正嘛，我们开始笑那一刻开始，我中间我有些时候认可你说的，有些时候不认可，有些时候我知道你此刻在讽刺。有些我突然拿捏不准了，到最后你明白他在打破了很多对于某一个社会身份、对一个家庭身份、对一个性别的很多刻板印象。然后所以刚才我在还跟娘娘我说，他是正话反说吧？娘娘看着我说对，就那一刻你可能在摸索，我们也在摸索，很有趣的一段观看的体验。是，虽然杨欣姐一上来说了特别惊世骇俗的话，但是后来听到最后会发现。他非常算计的做了很多好人好事儿，就是感觉确实是很多正能量。还有我觉得写段子确实要从自己的生活出发，就我觉得社会思潮会变化，然后会有各种各样流行的趋势，但脱口秀创作还是要诚实面对自己的生活，只要有自己的声音，讲出自己的经历就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杨欣姐这段也特别好。再次谢谢掌声送给欣姐。来，我们也请已经结束表演的3位回到舞台。我们先要看的是杨欣和何鞋子各自的得票情况。哇！
对，第一。杨鑫173票，2比0，恭喜杨鑫、王大刀小队集体晋级。加油姐，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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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好，我们过去了。大刀，欣姐，太牛了！大刀，太牛了，太牛了，太疯了，太魔性了！我没发挥好，我紧张，手抖很稳，欣姐，稳住了，稳住了，稳住了。大刀新上场的时候，欣姐在下边看是个什么样的感受？完美，不是。第一，他问我是什么感受，你都还可以帮我说了呀？你看好，你说，你说，完美。太好笑了，简纯溺爱，受不了了。你看这么经典的一个人放在旁边，他是我队友，就是他是个什么形状，你就让他是个什么形状存在你旁边就行了，就不要过多的去那个要求他，别人他身上有什么那个亮点啊，他散发出来就好了。这时候他就说完美。这种互夸是有时候会害了对方。怎么会呢？哪个队友是夸死了的啊？肯定都是相互不认可才死了的嘛。他继续保持他的姿态，我们继续一起晋级嘛。今天上半场的下一组1v1，首先有请的第一支小队，风心童，荒岛人气王。要和他们进行1v1 PK 的，掌声欢迎郑宇潇、小雪。来，很错。我们首先要迎来的是全场年纪最小的朋友，风心童带来他的音乐脱口秀。他好霸气！嗨，大家好，我叫风心童，然后我今年正在上高3。谢谢。今年呢，我经历了很多事情，关于学习，关于爱情，等等。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就讲讲我的18岁这一年。那是我18岁生日的那天，不敢相信我已经成年。我走进校园，就听见我的同学给我唱生日歌，即便他们五音不全。那天正当我们唱得热火朝天，窗外突然出现一张老师的脸，我正想道歉，老师却问我生日许的什么愿。我说我的愿望是今年能少见您几面。这就是我不想复读的18岁那年。我们年级分为3个班，我跟长辈说我在 A 班，我也没撒谎，我只是选择了隐瞒。剩下2个班是 A 加班和 A 加加班。因为我的学习一般般，所以我请了位家教，他很有经验。无论什么题，我只要问他深度思考7秒就能给我答案。但后来因为使用 AI 被发现，我被停学了1天，为此我伤心了半天。老师，你怎么只给我停1天？我是真的不想去上学，那些数学公式学了就是消耗时间。
直到上次在密室逃脱要解三角函数，我求了半天，终于求出来一个工作人员。我还真的讨厌跑800米，1个月跑8次，真的想逃避。我赶紧给 AI 发消息，你说人到底怎么才能1个月来8次生理期？这就是我期待月经失调的18岁那年。我18岁那年还经历了失恋，还记得那通电话，在我表白的那天。接通之后，我鼓起勇气说，其实我一直都很……他说不需要，谢谢。我甚至没有机会失恋，我只是被当成了诈骗。算了，反正他这人也很肤浅。听说他要去国外读中文专业。我最讨厌的城市是香港，因为他喜欢的人来自香港。我这个暑假正好要去迪士尼，我要去上海、巴黎、东京、洛杉矶，猜少了哪里？这就是我不会再爱了的18岁那年。不会再爱了，不会再爱了还行。哎呀。转眼我就要毕业，很多事还没来得及实现，很多照片还没拍，很多误会还没解开，很多必读书目还没买。听说后天就要拍毕业照，我和我同学商量了很久，是做美白还是抗老？但还是希望拍照的日子能够晚点到，因为我查了一下，不管什么美容项目都要1周才起效。又老哭了。我的老师，这3年我学会了很多，这一切都归功于我自己在外面补课。我的同学，这3年我跟你最要好，因为每次我没考好，你总能比我考得还糟糕。我的老师，全校我最喜欢你，因为你从来都不怀疑我交给你的手机是模型机。我的同学，咱俩特别有默契。一道题，如果我说选 C， 你说选 D， 那答案肯定是 A 或 B。怎么这就要毕业？很发愁，到底怎么选专业？算了，不重要，反正听说学啥都赚不到钱。如果非要让我选，我的第1志愿会选王冕。但我不是蹭他，王冕在我心里是巨星。我第1次看王冕还是6年前，妈呀，12岁，当时还感觉离他很遥远，直到前2天我俩刚刚见了面，发现其实也没那么遥远，我就只比他高一点点。但恐怕未来我俩只会越来越遥远，因为我还能再长不止一点点。年轻真好。我的18岁那年，终于可以自己独当一面，终于可以不再靠父母登录游戏界面。我的18岁那年，后悔有野心，但却不够勇敢。如果当时能多看你一眼，也许就能抄到正确答案。
我的18岁那年，后悔因为贪玩请了太多假。好吧，其实这个我不后悔，我只是升华一下啊。我的18岁这年，依然觉得未来很遥远，但我的一位内容导演跟我说，18岁也离他很遥远。他说他的巨星是 SHE。我问他，那48个你最喜欢谁？我又问，那你最喜欢他们哪首歌？他说，你曾经是少年。谢谢，谢谢大家。好吧。哦，太青春了！来，各位抓紧最后的时间，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18岁的龚云董。谢谢。先给大家讲一个花絮啊，在2位音乐人评价之前，别交流聊天啊！好，前2天据说小快老师在后台，不知道哪个后台，可能是开放麦是吧？然后遇到了风心彤，来，小快老师自己来吧。我不知道您说的哪个事儿啊，但是最近他们老传，就是我看风心彤演出，哭了，说是我被自己老哭了。合理，我听到的就是这个版本啊，就是这个版本。因为本来我一开始还没有这么觉得，直到那天冯子豪跟我说他跟风心彤加一块跟我一边大的时候，那天晚上哭了很久啊，在被窝里。对，俱乐部赔都没输啊！我刚才在想啊，好感动啊，感动哪点？突然得到答案，我是被自己老哭了。我刚才有点受伤。你看老帅现在不是怀念青春，结果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老哭了。好的哦，我觉得我不懂脱口秀，但是我觉得这个类型其实特别难，因为我认为的脱口秀就是要说一些可能大家会比较简单去明白一下就可以 get 到的话，比较日常的话，但是歌词其实就很难把日常的话唱出来，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就比如最近在网上就有一个很火的那个英文翻译成中文的那个歌，就是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在沙滩的旁边，在沙滩的旁边嗨。就中文你把日常要说的话唱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天生的距离感，所以我觉得这样类型的脱口秀是非常难的。然后他身上那种魅力啊、青春，我觉得都特别好。对，谢谢。谢谢。而刚才你还说你前2天看见王冕了是吗？啊，我们上一次见是5月5号。记得那么清楚，这么清楚。哎，5月5号下午2点34分，我见了王冕。一说这个我就开心。5月5号哇，当时你是什么样？看着他的头皮说什么了？没有。王冕老师不在这儿吗？高一点点嘛。王冕老师，感受我的呼吸。就是那是一个线下活动，我一开始见到他，真是吓死我了，因为他突然王冕吓死你了。他突然从我后面出现，我以为我们是至少知道说啊，你现在去他的休息室见他之类的这种环节，结果他突然在电梯间后面，然后拍我，然后呢就是拍了拍我的肩膀啊，不是那个拍我，就是拍我肩膀，然后呢转头，微信拍了拍你，神经病，那可不就是，那还要怎么样呢？然后呢？然后我转过头去，然后就突然看见他。他刚才知道你要来，就是已经要那个，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谢谢你的全景好。我做的一个拼凑。谢谢。这能粘吗？冰箱贴。哎呀，你已经把它弄坏了。对，是冰箱贴，是要有特别有磁的地方才能贴，因为它本身的磁不是很大。谢谢。你好瘦啊！1米5，他这样看着瘦一点。对，那两个有点胖。哦。有点尴尬，好。因为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王冕了，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王冕了。王冕也不大，王冕也能被老哭了。我从6年级的时候看他的表演，王冕也没出来多少年，怎么敢？后来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形式嘛，觉得真的很有魅力。然后我就去学了弹吉他，然后开始尝试自己写歌。你从那时候学弹吉他的？所以然后我平时也看他的很多别的综艺节目，还有他就是很多他自己出的歌。所以当时一开始见到他，真的还挺感慨，就是很不真实，很恍惚，就感觉说他居然真的存在，就这种。真的存在。我发现年轻人真的很容易刺痛我们，就是在他随意的用词中，就会让我们感到绝望。比如，就是之前多少演员讲特别悲惨的遭遇，观众毫无反应。然后刚才凤仙童讲，反正学什么都赚不到钱，我就听到这片观众倒吸一口凉气。然后也是凤仙童一上来，我就想到我自己看托3的那一年，然后我也想到王冕，就是很怀念那个时候。没，他还在呢，他还存在着。对呀，真实存在者。Hello， 而且他的身高一直就是这样，没有任何问题。我想我可以澄清一下吗？其实王冕比我高一点点，刚刚那个纯粹是因为效果，真的。而且王冕人真特别好，这肯定好。我觉得非常纯真美好的一段表演。我觉得刚刚拍那个灯非常果断，就是一个给这样一段美好的表演，还有给自己曾经特别美好的青春。所以真的，谢谢。对，我觉得新鲜的血液就是要创新，就起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拿一把吉他，一下子就能吸引我，我也想往下看。不管这个是一个成熟的，还是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表达，我觉得是非常棒的。谢谢。我能提一个小建议啊，就是因为你太喜欢王冕了，所以你写歌非常像王冕那个套路。对，就是那个旋律线都很像。当当滴当哒哒，然后最后一句是那样的。对，在第4季的时候出歌。对，我觉得因为你特别的可爱，然后我们充满了朝气，又完全不一样，可以先写一个自个儿的旋律线，完全吸引进去。前面这声音特别美，然后突然间唱一个非常残酷的结果，跟反转这种东西，就更有你的特色。希望能这样，好不好？谢谢。谢谢。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做意义。高架上太堵车，小鸟在红绿灯唱歌。做自己的爱的事才是我的天分。我以为你20几岁。哎，又人格魅力又帅，他现在走的这个是书圈，你知道吧？冯鑫彤就是给这个垂垂老矣的节目带来的冲击非常的大。看着脱口秀节目长大的这波人，已经开始出现在你身边了。就觉得年轻太好了，时光匆匆流走，夜不回头，美女变成老太婆。其实应该有很多人都跟你说看你表演哭了，对不对？之前是，你觉得他们是为什么哭？我有点不知道，其实，可能，想到自己的青春吧，18岁是18岁，是不是像个傻子似的？都没到中午饭时间呢，拎饭缸上食堂吃饭去。哦，上大学那会儿，大学刚开学，心想赶紧找个帅哥谈恋爱。我18岁，他就是想当一个记者，走遍大江南北，然后探访每一段故事，每一个人，去感受这个世界。我当时希望自己学地理地质，然后进中国国家地理，去看那些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地貌和景色。也想做一个诗人嘛。我18岁的时候正好就是选择来上海来打工，来体验一下大都市的生活，而且更巧的就是我们的录影棚在龙武路，然后我当时租的那个房子也在龙武路，然后这次又再次重逢路，都有点起鸡皮疙瘩了，感觉自己跟18岁自己见面了一样。你现在跟18岁的自己说句话。
早点说脱口秀。我想对他说，长大很好，掌握自己的人生非常好。跟18岁的自己说一声，做得真好，要继续尝试。那是我18岁生日的那天，不敢相信我已经成年。我走进校园，就听见我的同学给我唱生日歌，即便他们五音不全。我18岁那年，转眼我就要毕业，很多事还没来得及实现，很多照片还没拍，很多误会还没解开。可18岁那年，那你最喜欢唱的哪首歌？他说：“你曾经是少年。”再次掌声送给冯鑫彤。来，冯鑫彤回到小队稍作休息。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太好了，完美的表演。可惜我没唱错。接下来是一位新朋友，有请郑宇潇。我是郑宇潇，你们好吗？掌声送给郑宇潇，然后同时我们也要请冯鑫彤回到台上。冯鑫彤和郑宇潇会是一个什么票数？请看。冯鑫彤170票获得了这一组 PK 的胜利。来，两位回到各自队友的身边，我们等着下一组1v1的结果。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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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挺好挺好。马上请到台上的又是大家的老朋友，让我们欢迎一个组合——脱口秀的漫才朋友，荒岛人气王。好，大家好，我们是荒岛人气王。谢谢，我是乔毅，我是熊晓峰啊，非常开心又回来这个舞台。对对对，去年确实在这里逗留的时间有点过于短暂啊，不过这一年没闲着啊，都在线下演出啊，演漫才，演专场，一直在演。平时除了演出，你还会做一些什么呢？我平时我喜欢玩游戏，特别是那种老游戏，就比如说俄罗斯方块。俄罗斯方块，我玩过更老的，前苏联方块。前苏联方块咋玩的？方块落下来连成一行，然后解体。反正就是爱玩游戏嘛，就喜欢玩是吧？啊，我喜欢到什么程度啊？我最近啊自己设计了一款游戏。哦，你自己设计游戏啊？什么样的呢？就是一种角色扮演类的游戏就是说在个魔法大陆出现了一个邪恶的魔王，我们要打败魔王，拯救世界。挺有意思的。那你这个游戏就是什么时候能玩到呢？巧了，刚好带这个游戏的剧本，现在可以让你抢先体验一下。可以体验一下。来了啊，游戏开始。首先，你可以选自己的游戏角色，都有什么呢？有勇者或者智者。我选第二个。好，你选择了或者。啊，勇者或者智者，你选第二个嘛？不是，或者是个什么者呀？就是你现在这样很迷惑的者啊！好，选好角色了，赶紧出发冒险吧！等一下，你是或者，迷惑一点。这是哪儿啊？这里是魔法森林，你遇到了魔王的第一个手下——邪恶杏鲍菇。这个反派好适合爆炒啊！要战斗，你有3个选择：第一个是打，第二个是踢，第三个是摁他太阳穴，轮刮他眼眶。你这第3个选项有点勾起我的好奇心了哈，就选这个吧。好，你对着杏鲍菇使出了摁太阳穴，轮刮眼眶，哈！虽然不知道怎么做到的，但我一下子就找到了杏鲍菇的太阳穴。
非常好啊！被你刮完眼眶的杏鲍菇，现在视力变得非常的好。他甚至看清了自己的罪孽，决定改邪归正。哦，这也行啊！杏鲍菇决定啊，要去成为一名勇者。哦，孤勇者。这个孤勇者啊，准备送你一个装备，你可以3选1，分别是暗黑头盔、魔力头盔和同时结合了暗黑和魔力的按摩头盔。这3个玩意儿它都不是一个次元的，你知道吗？你选一个嘛。选一个的话，暗黑头盔吧。装备攻击力变成0。那我戴这个头盔图什么呀？骑电动车不罚款。虽然你付出了些代价，但你能获得很强的能力。来，虽然你失去了攻击力，但同时你也获得了逆天的勇气。勇气？我都没攻击力了，光要勇气干啥呀？遇到了大魔王，我就非常勇敢的冲过去。你这么勇敢，看来你已经准备好挑战下一关了啊！我有吗？你继续冒险，来到一个地下城，又遇到了魔王的3个手下，都是谁？分别是卑鄙大馒头、阴险白米饭和残暴窝窝头。太可怕了，一个菜没有，纯碳水啊！以你现在的能力，很难同时消灭他们。对，消灭到一半我就得晕碳啊！我。但只要消灭他们，你就能获得宝物，还能逃出地下城。这地下城是个地下美食城吧？我现在这个战斗力，我怎么打败他们？如果你不想战斗啊，你还可以选择交易、威胁和跪一下。我还是稍微要点脸的好吧？我选那个威胁啊，台词：把宝物交出来，不然信不信我跪下？换一个。交易你给我宝物，我给你跪下。就一个选项啊！他们看你这么坚持想跪下，被你跪在坚持的精神感动了啊！是这么用的吗？他们准备送你个宝物，还是3选1，分别是神奇变身药水、超级回复药水和超划算眼药水。多划算的眼药水我都用不上了，保护视力我有别的办法。我选那个变身药水吧。咚咚咚咚咚啊！攻击力减100，还减？我攻击力负100了，现在。但你现在可以变身了变身！你变得超级乐观。乐观，现在是一个最差的组合了吧？没有攻击力，勇敢，乐观。碰到完全打不过的敌人，我也会非常勇敢的冲过去，哈哈，早死早超生喽！你这不挺快乐的吗？我快死了，没事，马上就是这个游戏最高潮的部分了啊！你来到了一个城堡，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大魔王。每当夜晚，他都会对那些意志力薄弱的人类发动攻击。他还有个非常罪恶的名字，叫什么？宵夜。是他，都是因为他，我才变成这样的。牺牲好大。太残暴了，赶紧去报仇吧！不是，我攻击力负100，我怎么跟他报仇啊？这个游戏有属性克制的机制，只要你搞懂它是什么属性，就可以想办法克它。它什么属性？金属性。我要氪金，那扫码付款。氪金？哪个氪金啊？不是，游戏上来就要钱，你要脸吧？你是你是不是碰我了？啊？你刚刚是不是碰到我了？我碰你咋了？碰一下，致富成功。别碰了！你现在充了这么多钱了，你可以选一个传说武器。那我要选一个加攻击力的那种，就加的最厉害的武器。最厉害的，有一把加攻击力加最多的宝剑，给你。魔王，出来受死吧！好，最终决战开始。这把宝剑可以给我加多少攻击力？它可以让你的攻击力直接翻倍。我现在攻击力是负200。负200的攻击力要砍魔王的话会怎么样呢？按道理说会给魔王加200血。来不及了，战斗才开始了，魔王对你发动了攻击，咔，打你200血。
咔，我加200血。不是，你怎么敢砍自己啊？因为我勇敢。你干嘛要笑啊？因为我还乐观呢。放弃吧，魔王，就算你跟我2个人联手，都是干不掉我自己的。哦，厉害厉害！那这个这样怎么才能结束啊？谢谢大家。哇，这个好厉害，棒！他俩也是几年磨一剑。怎么结束呀？倒计时结束。谢谢大家，谢谢。太棒了！谢谢荒岛终于不用荒岛，人气王终于不荒岛了。对，去年没发生，一切都没发生，今年才是应该的样子，太棒了。是的，我们只参加过2届。对。周深说太喜欢了，这就太开心了。珊珊看这些梗还行吧？中间有一些你也开始这样是什么意思？就是问题每一个我都 get 到了，就更恐怖，在怀疑自己，我出了什么问题？就为什么？对，有些梗真的很想找手机开热点，暖和，对不对？开热点暖和。哎呦，那个第一个给杏鲍菇做那个眼保健操的时候就已经炸了，我觉得哇，这个太好玩了啊，太有意思了。谢谢。但是2位怎么回事啊？怎么就是这个一下就变得这么优秀了？又回来了又。因为去年确实走得早嘛，然后我们在线下有一直在演自己的专场，可能就是演的比较多，就是慢慢找到一个感觉了。对，淘汰的早，存货就多，然后就别说出来。而且你们那张破纸现在升级了，升级了，我们有封面了，对，有封面。之前是只有一张那破 A4 纸。对。谢谢我们的导演啊，帮我们做了这个封面，感谢。看到他们俩今天表演这么好，特别开心，就是为他们俩高兴。而且从第一个梗就是前俄罗斯方块就喷了，而且演员会有感觉，观众也会有感觉。你知道从那一刻开始，后面就成了，然后你怎么演怎么有，我就放心了。非常为你们开心。感谢，谢谢。你们是今年初赛唯一的漫才组合，后面会有别的漫才加入吗？怎么初赛唯一，预赛的2组，踢馆赛是吧？苗条的意思是后面可能没有。确实是荒岛了，确实。那怎么想到和风心彤一起组队的呢？因为我们是唯二2组，就是不是纯粹的脱口秀的，我们是漫才，它是音乐喜剧嘛。我们组队的话，就主打一个谁也帮不上谁，纯情绪价值，我们就反正别耽误脱口秀演员互相改稿。我们就一直在鼓励打气，说今天这场我们就是文艺汇演，对，咱们就玩得开心就行了。对。我在想，现在小孩是不是以后少玩游戏，就自己在家里，就2个小孩子在一块儿，就把这样的，而且还可以锻炼身体哈。你看这样，是挺累的。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我就希望你往后再多走走，让更多的人看到啊。谢谢李老师，谢谢。对荒岛人气王，我的情绪又特别复杂。一方面，我希望你们这个组合能够走得特别好；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和小峰也认识10年了。是。所以我看到小峰在这个过程当中，以前说自己的单口，然后到后来一直在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变化。荒岛一步一步走上来，包括今天真的耳目一新，和前2年相比，巨大进步。掌声送给荒岛人气。好，谢谢。2位找到伙伴休息一下。太为他们开心了，我禁不住的叫唤。在投票的时候我是闭麦的，然后我就是在开我麦的那一刻我就开始叫唤，太棒了！我就太替他们高兴了，他们如此的不是大众眼中脱口秀的样子，也甚至不是漫才的样子，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样子。然后就是他们终于又行了。
我觉得荒岛是在我心中是非常卡通的一个组合。卡通这件事儿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平时看片儿都不看人演的，我就只看卡通片儿，所以我对荒岛是格外有感情。他们这回演得很好，我替荒岛而感到无限的骄傲。接下来也是一位老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小雪。加油，雪！大家好，我是小雪。哎呀，特别开心啊！今年呢又回到了这个舞台。上一季呢，大家认识雪姐姐是一个妈妈，对吧？2个孩子的妈妈。其实姐姐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我曾经是一名记者。北京电视台。其实这个记者的工作非常的危险。我记得00几年那会儿啊，就是网络上呢发起了一个话题，叫做被狗追了怎么办？我们领导就是我们的主编呢，他是一个求知欲非常强的人，他要知道真相，他就找到了我。我听到这个选题，我扭头就跑了，我们领导就在后头追。你没办法，你只能去拍做实验嘛。就是我们联系了一个狗场的训练基地。狗基地啊，首先给我们牵来了一条柯基，怎么吓唬那个柯基，柯基也不追我，柯基尿了。狗基地又给我们牵来了一条藏獒，没有人去吓唬那个藏獒，我差点尿了。狗基地又给我们牵来了一条哈士奇，就把哈士奇的链子一撒开啊，我意识到哈士奇的链子是不能撒开的，一堆的人在后头追哈士奇呀，越追狗越跑，越跑人越追。你说你整个镜头拍出来都是人追狗，你说你这新闻怎么播？你倒放。而且我们那会儿呢还会进行偷拍暗访，像什么黑吸棉、黑餐饮、黑作坊。你知道那会儿的偷拍包是什么样啊？是一款老式的黑色的公文皮包，又大又蠢，就夹在这儿，夹在这儿。知道那个隐藏摄像头在哪儿吗？就在包的前头。发现了吧？这款偷拍包最大的特点就是显眼。我要不拿它出去，没有人知道我在偷拍。你不仅显眼，它还显老。你想那个年代，我那么年轻的一个女孩，我夹着这么一个包出门，我们领导还问我啊，再给你配点什么呀？我说你再给我配个老头儿。显老，他还老掉头，就是他那个摄像头卡不住，知道吧？就老掉进包里，老掉头。就别人拿的包是路易威登，我拿的是路易16。哇，我的妈！你们好聪明。有一次啊，我们接到一个热线电话，是一个业主打来的。他说他一辈子辛苦血汗钱买的房子被坑了，你不管是从房屋质量还是各个方面，都与开发商的宣传严重不符。当时候我跟摄像拎着偷拍包就去了。我们到了那个小区门口啊，就他那儿的保安，他知道今天来的都是维权的，就在他们眼中都是闹事儿的。你知道他们多么嚣张？他们手里牵了一条大狗，那个狗扯着链子冲我们叫。当时那保安真的就指着鼻子问我说：“你是谁？”我不怕那个，我说我是业主跟他的朋友们。保安说业主能进，其他人识趣儿的话滚。我们摄像大哥啊，平常看不出来，关键时刻特别的识趣儿，扭头就走了。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懵了。刚才让我们滚那个嚣张镜头多好哦，刚才还是我和他的朋友们，现在我洗单了。就在我进退两难的时候，那个摄像又回来了，我就小声问他，我说你刚才干嘛去了？摄像大哥就说了4个字，头又掉了。这个摄像大哥很勇敢，他就指着保安，他说你有种，你把刚才让我们滚那句话你再补说一遍。还得补说。那个狗一直在朝我叫，这个摄像大哥就鼓励我，他说小雪你别怕，但凡他们敢把狗链子撒开，咱们就补拍那条被狗追了怎么办。
就在我们跟这个保安僵持不下的时候，电话联系我们的那个业主赶来了。他刚才啊在路边那个煎饼摊他买了个煎饼果子，大老远看见有人为难我们啊，他特别聪明，他用了一个小招。那个煎饼果子外头不有好几层灰纸吗？他把那个灰纸，他拿好几层把那个煎饼果子包严了，方方正正攥在手里，跟板砖似的就冲过来了。他说：“今儿谁要拦着他们，我拍死谁！”保安跟狗都不吱声了，但是狗流口水了。我们进了那个小区了以后，在1层的售楼大厅啊，真的，我那画面我现在还记得，上百名业主在那儿维权，你说多少人血汗钱给坑了？那会儿啊，偷拍包非常的给力，拍的都是真实的一手素材。而且我们那会儿啊，它还不是卡，是什么呀？素材带，足足5盘素材带，都给摄像拍亢奋了。亢奋到什么程度？就那摄像不自觉的把那偷拍包扛在肩膀上拍。当时保安就发现了，保安说：“你们是谁？”我们那摄像肌肉记忆，还给保安一个特写。保安说：“抓住他们！”就一堆的保安就扒开人群就朝我们这边进。关键时刻啊，从人群中站出来5名业主。人家立马围成了一个圈，把我跟摄像护在了中间。你说心里话啊，要不是人家及时把我们围住，我们早跑了。你首先你得保护袋子呀，人家5名业主啊，每个人分走1盘袋子，护在自己的胸口。你袋子散出去了，在另外5个人身上，你开发商要告我偷拍，他告不着，他得告5人。但是我们也出不去了，你知道那儿保安吗？他们拿的是那种半人高的盾牌，一堆的保安啊，把上百名业主圈在了中间，人5名业主又把我跟摄像圈在了中间，能理解那个画面吗？圈圈圆圆圈圈。当时候我在那个圈中的位置相当于什么？西瓜最甜的位置。我身边有个业主当时就急了，他说今天此时此刻必须得冲出去，他脸上都冒汗，都起青筋了。我特别的感动，我说您别急，今天咱们肯定能出去。他着急，他说一定马上就得出去，他吃那个煎饼果子，他闹肚子了。于是越来越多的业主啊加入到业主这个圈子中来，有那么一瞬间啊，业主的圈子轰一下把保安的盾牌给冲散了。我觉得这个就是集体的力量，我觉得集体力量中最大的力量还是来自于那个闹肚子的业主。我事后我都在想，如果当时那个闹肚子业主在里头没有忍住，我们可能出来的更快。后来是业主们他们集体开车把我们护送到北京电视台武警岗厅的门口，大家才把心放下来。5盘袋子重新交还到我的手中，袋子在我手里都是炙热的。业主把那个袋子跟那个煎饼果子放一块儿了。就是他们都难成这样了，他们还在担心我。他们说：“小雪，他说你在我们小区留下了姓名和联系方式，如果那边要是找你麻烦怎么办？”我就说：“我说我小雪，我作为记者，我敢拍我就不怕，而且你们放心，我留的是我们领导的联系方式。他现在该考虑的问题是被狗追了怎么办？”那条新闻播出去以后啊，在北京市引起了特别大的反响。那一年呢，北京开展了一轮大规模严查和整顿违规地产的专项行动。当时候取缔了很多的黑地产商，同时也端掉了很多无证的煎饼摊儿。这是你们看到的一面啊，你们看到一面非常的好。你们看不到一面啊，就是有些后续，我相信有些观众呢，可能已经从别的渠道知道了。我非常的痛心，但是我从来不后悔记者这个职业。就是好多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啊，你们新闻真的有用吗？我只想说，新闻只要对老百姓有帮助就有用。我是小雪，谢谢大家。锁票倒计时，掌声送给小雪。哎，想问一下，您那是几年的事儿？这是？那个是2000几年的事儿了。哦，我爸那煎饼摊儿是那年有问题的，好像。我爸以前就是挣煎饼摊儿的。啊，对。哎呦喂，感觉您这个中间都没有地方可以拍什么，就是想把这事儿整个听起来。小雪从上一季就已经向大家展示了自己非常棒的描述的能力和在舞台的这种淡定、风趣、控场能力。他其实今天讲这段是很难讲的，
因为他要顾及很多，他要讲的活灵活现，让我们听得津津入味。对对对啊，有一些地方只能点到为止，甚至要把有一些背景要虚化掉，非常难。作为一个记者，作为一个揭黑记者，太不容易了。是。他们真的要面临很多，尤其现在小雪，她时隔20年，有些话才可以讲，中间还有很多只能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所以，无论从节目、从前同行的所有的角度，这个灯我肯定是要拍的，我觉得非常出色的一段。我也很尊敬学姐，原来是记者，然后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好像您之前表露自己态度的时候，观众的反应是很大的。就是如果不是别人保护我，我们可能早就跑出去了。就这种有点真实的评价，好像就一下能击中观众。感觉好像在描述里加更多这样的东西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我觉得本身这个故事很完整，也很流畅，是很成熟的段子。感谢小雪，来吧，朋友们，2组的1v1结束了，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2组的得分情况。小雪对阵的是荒岛人气王，我们来看一下2组的得分情况。荒岛人气王比小雪领先了10票，所以在这组的1v1之后，荒岛人气王和风心彤双双晋级。谢谢姐姐，谢谢。郑宇潇和小雪进入到待定席。他们是我第一个认识的演员组合，就是在整个行业里面第一个认识。主打一个捷足先登，他很像那种小鸭子，就是破壳而出之后看到第一个会动的人，然后就直接认了。妈妈，这。我觉得他们俩很卡通，然后特别有童心，因为我觉得有童心是作为成年人之后很好的品质，但他俩总能跟我聊到一块。他俩真的很好，总是给我改稿啥的，给我一些建议，总是在开放麦后台就是给我加油打气。他们甚至会在没报开放麦，但是今天我讲，然后他们就会特意来看我的演出，然后给我在后台放松心情，所以很谢谢他们。我前2天还挺紧张的，但突然有一天我不紧张了，就是我们看了风心彤的开放麦，你被他享受舞台的那种精神打动了啊！因为看完他的演出，我会感觉到哇，好幸福。就是我会觉得喜剧不只要带给观众幸福，还要自己演的幸福。只有我们自己开心，我们才可以把更开心、更幸福的东西传递给观众。接下来要 PK 的这2支小队，让我们欢迎第1支小队晨曦、阿赛。要和2位进行对战的小队，掌声欢迎韩大狗、贾浩。妈呀！丽姐，大老师，嗨，给，嗨，传递，嗨，传递给观众，给他娘娘。这边。太好了，来，我们把喜剧也传递下去。第1位要来向我们传递他的脱口秀的是来自蓝梗喜剧的新朋友，掌声欢迎晨曦。大家晚上好，我是晨曦。
笑和晨曦进行1v1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莱塞喜剧的韩大狗。哎，大家好，我是韩大狗。哎呀，很高兴第2年来录节目了，很想给观众留下一些记忆点，也问了其他演员，对我最大的印象是肩宽，还想让我这一季只讲肩宽，一路讲到决赛。那除非我的肩越来越宽。其实我都不健身，但量出来我是中国肩最宽的脱口秀演员，有啥用？导演说我像《猫和老鼠》里那只狗。但肩宽第一这种头衔，也只有我会在意，因为好歹是个第1名。我们江苏人最在意排名。每个城市为了争第1，散装江苏甚至能发明出苏超联赛，用中国人最不擅长的足球来决胜负。我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优绩主义环境里，很痛苦的用高排名换别人认可，感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听的最多一句话就是大家只能记住第1名，甚至当第1还不够，父母还要我们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排名是没有止境的，即便你拼尽全力成为人上人，刚想休息，抬头发现上面怎么还有顶级和夯。鄙视链的最新版本就是从夯到拉，夯也不只有一个，还能再决出个第1名，夯夯出状元。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差是拉，还能更差的，索性从夯到窜。现在不让中小学按照成绩给学生进行排名了，以后该不会就用这个吧？小朋友说我要好好学习当3夯学生，那考倒数都不能算差生，只是考拉。真的，小某书上开放卖 report， 都有观众给演员评从夯到拉了，比节目都残酷。去年2轮游的韩大狗算是拉不拉多。但其实我们淘汰早的都没有确切排名，但真有较真的朋友会去一个个数了，然后告诉我，是我奶奶。很显然，她也是个江苏人。她说她特意数了，我排在第41名，能排出这么大数字的，也就《水浒传》108将，我还排不进前36天罡星。我奶奶对我期待很高，希望我能成为第1。但我知道我做不了脱口秀最好的朋友，来节目只敢做最坏的打算。其实上了节目已经是一种成功。我从小的教育告诉我，排名这么低就会贬值，没人记住第41名。想叫自己全国41强，或者50大脱口秀演员，对吧？听着厉害一些。因为生活中几大啥啥的排名一出现，我们有时候都不在意是怎么选出来的，但默认这些是最好的，数字大点都没事。毕竟现在还有什么100大 UP 主，整个唐宋也就选出8大家。但我上学的时候，其实最不理解的就是唐宋8大家，尤其嫉妒里边某些人。你们有人是曾巩的粉丝吗？你们哥哥有作品吗？没进语文课本的都不算作品。说到入选唐宋8大家，因为他是欧阳修最喜欢的学生，欧阳修也是唐宋8大家，懂了，签 MCN 了。还有苏洵、苏轼、苏辙父子3人都属于唐宋8大家。
你们仨不是一大家吗？这么占用公共资源，我心疼被卡出到位的唐宋第9家。我猜是杜牧，他说：“借问酒家何处有？”我也研究了唐宋八大家的由来。明代一个人编的散文集卖不出去，后人改名唐宋散文八大家就畅销了。确实，平时生活当中一写排名，我就更想为他买单了。普通沙滩我根本不会去，但网上说那里有世界前3的日落，我就想去看看。很多朋友说日落怎么还能排名？哎，只要地球人足够在意排名，我们行星就是可以评价恒星。哇，这种观察，这个也太好了吧！我光去还不够，还要去日落最佳观测点。太阳亲口说的，他左侧脸好看一点。也反思过自己，但我发现离开了排名，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好不容易挤出一点时间和精力，旅游不能浪费在错误的景点和餐厅。东亚小孩最怕做错题了，甚至上个月出国旅游，我特意早起排队，就为了去一家据说是世界第1的咖啡店。说实话，我不早起都不用喝这咖啡。去到店里和我一起排队的，基本就是中国、日本、韩国3个国家的游客，一群东亚人排队为了一杯美式。喝世界第1咖啡算是吃得苦中苦，喝了一口给不到人上人。最后全给垃圾桶了，因为太难喝了。我在想，我的价值体系崩塌了，第1怎么也能踩雷？回来以后，朋友说你去的不是世界第1咖啡店，它只是2012年被某个杂志评为值得去的咖啡店里，它排第1。它是2012年第1，它不是2026年。我羡慕这家咖啡店，只要当过第1，能管用到现在。那我其实是2021年第5届单立人全国原创喜剧大赛第1。没人知道，但这已经是线下含金量最高的脱口秀比赛。这个节目里也只有3个选手拿过这个冠军：贾浩、小齐和韩大狗。请找出里边的曾巩。曾大狗。曾巩是一种处境。1000年以后，终于有人懂他了。我喜欢曾巩。我又去研究了他，他没记忆点，只是因为文风质朴。介绍说他不借情绪放大，不用华丽辞藻，善于犀利洞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咱们曾巩踏踏实实写文章，不秀低学历，不搞美妆。杀队友了！他是文本型观察式文人，我是脱口秀曾巩。有些朋友现在可能还看不出我内容的好，没关系，你们等1000年。谢谢大伙，韩大狗，谢谢。
太牛了，狗哥200了，大狗，今年莱塞站起来了，来，为曾巩投票，倒计时开始。掌声送给韩大狗。韩大狗，哇！韩大狗开心炸了吧？你已经说出了普天同庆的感觉了，大家所有人普天同庆为你鼓掌，哇，太开心了！韩大狗把我已经死的语文知识给我激活了，我给你背2句诗，别的我忘了。一番桃李花开尽，唯有青青草色齐。这是我当时高中时候为了预防语文老师出一些犄角旮旯想不到的，我准备的冷知识，来自曾巩的《城南》，送给你。我妈真有文化呀！我的妈呀！而且非常巧，我偏偏记住这2句，就是桃花李花它都会谢的，最后就是青青草色齐，我们都还会在。但是被称为冷知识。确实，大狗用这个角度来解读唐宋八大家，很有趣。所以，鸟鸟老师，文本的角度。哎呀，我真的不会背曾巩的诗，好焦虑。怎么从生活流就进入到了文学流？去年其实2篇也更多就是自己习惯的那种生活观察，然后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坚持这样的风格，但感觉其实在打比赛的现场，尤其是观众不太认识你，他们还是更希望能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今年就想出跳出舒适圈，这其实是我第一次写这个类型的文章，有些熟悉我朋友能知道，就没有写过这种带议论，然后并且挖掘自己内心想法的这类的段子，所以也是一种尝试，今年的第一次。他的这个内容很丰富，刚才像鲁豫忽然说一下那个词儿呀，我觉得那个一下你把它烘托得更好了。你说完我应该说4个字，无话可说，很棒。谢谢。大狗的这段演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一旦发力不可限量的脱口秀演员。再次掌声感谢韩大狗。同时，来晨曦，我们来看一下晨曦和韩大狗比完之后，最终的得票是。大狗去找自己的战友，你们的小队比拼还在继续。可以，太稳了，太稳了。就很意外，以往就感觉这样的票数会出现在很高人气的选手的身上。这2天我完全不敢想自己会有这样的票数。隐约能看到校友团的朋友，笑得很开心，然后观众也很开心，两边的朋友也都很开心。看到曹国像一个跳跃的灯球一样，因为他在上下，左边有基业，看到就是一个粉色的正方形在上下，在鼓掌，在叫，有点想哭。脱口秀生涯能有这样一场演出，就觉得值了。韩大狗今年这个效果就是特别炸场，就还是挺不容易的，就积累了很久，才赶上这么一次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因为大狗也讲太多年了，也在线下比赛拿过好几届的冠军，但是线上比赛一直没有那么如意。韩大狗要遗憾地离开这个舞台。韩大狗是其中一个，有几位之前已经参加过比赛老选手会有一些可惜。就同行都知道入行比较久，然后又没有什么比较世俗意义的成功啊。我周围的朋友慢慢出名，我要克服。哦，原来你讲这么久，你的表现成绩也很差。我们昨天去演专场，40个人。而如今他们的表现近乎是脱胎换骨，惊艳，让我觉得特别的为他们高兴。祝贺陈晓庆
掌声送给李梦洁。祝贺荒岛人气王。我觉得对于每个演员来说都很难忘吧，这是一种属于脱口秀演员创作者的一种共鸣。你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这个时刻。各位，截止到目前为止，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3季的第1赛段双人成情赛已经慢慢接近尾声了。我相信接下来的比赛一定会越来越激烈，接下来的笑声也会越来越大。休息一下，我们马上进后半场。那是我18岁失恋的那天，我边吃饭边哽咽。同学说没事儿，不就是失恋？我说是因为食堂饭菜实在难以下咽。直到我突然和他遇见，他是那么阳光，可酸可甜。没错，他就是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方便面。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这就是我给自己加餐的18岁那年。各位好，欢迎来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3季，欢迎各位！第1赛段的双人成行赛即将继续。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它超越了亲情、友情、爱情，是另外一种特别的情感。叫我干嘛？你管得着吗？对不起 ，sorry， 米亚内斯密马塞。刚才那个段子我没法共情，我不懂。手术很成功，给你取出来了。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饥客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可口可乐一升元汽水，快乐不卡顿。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兰珍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一场仅朋友可见的线下聚会即将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即可参与限定活动。6月26日起，周5、周6中午12点正片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日中午12点段子加更，居然还有段子可以看。每周2中午12点，托友好好玩公园看脱口秀演员的游戏时间。7月6日起，每周1中午12点，托友日记大王洞的夏天围观合宿生活，还有遇见他们第2季即将回归，朋友们请保持期待。你又带着冷笑话出现，幸好只有我懂你的笑点，不用解释，一个眼神到位，不用装完美，做自己才最宝贵。哦，拜托拜托，暂时忘掉一切，想记住你嘴角上扬瞬间，不用想明天，明天还很遥远，不知不觉又和你聊到凌晨3点。烦恼往外跑，今夜有你们真好，这是我们。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丽丽城传媒、天气通、新浪新闻、腾讯娱乐、GQ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的大力支持。上知乎参与脱友3问题讨论，参与知乎剧综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感谢独家播客合作平台小宇宙。想继续听脱口秀演员们台前幕后的真实故事，上小宇宙 APP 搜索脱友3特别企划，一起听见喜剧人的老友局。感谢脱口秀和他的朋友圈：安阳喜剧、干杯喜剧、搞笑圈喜剧、后阳喜剧、会说笑喜剧、来风喜剧、来塞喜剧、蓝梗喜剧、是个喜剧、自笑喜剧、无名喜剧、喜剧联合国、跳海酒馆、北平机器、水果汤泉、Mix 岛、西西里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